所有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大家集体做一件事，杨云南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现在正式内容已经开始了那么是第一次来到杨云南老师直播间的回复666，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的，刷到过杨云南老师的短视频啊，或者是听过我们的现场课程啊，或者是对杨云南老师已经有了解啊，那回一个888好不好？对，第一次来的，从来没有听过杨云南老师直播的，回复666，然后已经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回复888，好吗？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正式开始给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内容呢？第一个，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幸福人生的话题。那何为幸福人生其实就是要经济独立，也要精神独立，还要走向生命成长的修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如何去收获我们的幸福人生呢？那我们就要解决我们跟财富之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身边的一些人际关系然后最关键的核心就是除了杨云老师给大家做的几页笔记以外这里有满满当当的很多页，然后最关键的核心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疑惑呢？可以发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那我们会有助理给大家记录下来。杨云老师大概20分钟呢就会回答一次我们的问题，好不好？来，已经收得到的，正准备全力的去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的所有的人，在直播间回复听现场直播，没有回放。再次强调现场直播没有回放，现场直播没有回放。那么今天晚上的内容会有点特殊有什么的特殊呢？是杨云老师已经很久没有给我们的家人们去做汇播密训了。那么今天所有的这个内容呢，会围绕着就是如何帮大家去彻底的，就是很多学员粉丝提出来的问题就如何解决家庭幸福婆媳关系有矛盾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亲子之间遇到了孩子的叛逆期应该怎么做呢？还总是跟这个夫妻之间三观不一致，无法沟通，那这些问题又如何去化解呢？还有自己在这个事业的板块，在财富面前一直有卡点，这些人生又如何去突破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小时候受过原生态的伤，虽然知道不能记恨父母甚至要无条件的爱父母，但是做不到。那具体的如何去和解这些关系，让我们的人生走向一些更幸福呢？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暂时先可以把这些问题的期待通通放下，因为今天晚上的课程内容就是重点帮大家解决问题的。那么首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汇播密训有多重要今天晚上的汇播密训呢，是我们2800的汇播合伙人才能够参加的，所以今天晚上杨云老师直播呢，是针对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合伙人来进行的一场直播。但是呢，因为杨云老师的直播次数不多，并且我们公司呢这个曾经也开放过，但凡是杨韵兰老师本人的这个直播密训因为主会讲到夫妻关系亲子教育家庭关系的和谐还会讲到这个财富里面的如何去践行一些财商那公司就把我的直播呢，就基本上通过申请，那我们的董事会会同意，就是把它做成免费公开的公益型的直播。那么杨韵兰老师想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想给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把我的直播做成了公开的免费的公益直播，那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4个字，叫非常难得。第一个直播的次数不多；第二个，把密训又开放成公开型的，那就更少了。那如果这么难得的情况下，那么你今天晚上首先最需要的一个动作是搬个小板凳，拿着你的笔记本和笔做记录，记学习笔记的重点。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有这方面的困惑的，你希望他的人生能够获得更美好的，那么你一定要把今天晚上的直播全员转发出去。所有人写下一句话，今晚的直播不是带货直播，今晚的直播不是任何的直播，它是交付型的直播。也就是今天晚上杨韵兰老师全程会讲干货，然后也会全程根据你们的需求，如果你们有一些问题我也会帮大家去答疑解惑，就真的把它当成一场非常完美的负责任的密训来给大家去呈现，好不好？如果感觉到非常好的，你已经准备好了的，并且你也转发给你的好朋友的，你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就你转发给了多少人你就打出来，你转发了朋友圈多少次你也转发出来。
还有另外一点最重要的核心啊，刚刚再次强调，杨云朗老师有本能通过起什么的方式。那我刚刚有一键的时候转发，我希望每一个收到我们汇成小伙伴的一键转发的，麻烦你通知到你的客户，通知到你的学员，因为没有回放，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晚上的实时直播非常重要。杨云朗老师想竭尽全力的通过你们的转发，通过你们的帮助，去赋予更多的学生能够得到我们这一次课程的收获，好不好？所以，那么课程内容就正式开始了。在这里提一个建议，所有的人，10分钟转发一次，不用杨云朗老师提醒，10分钟转发一次，就这一个要求，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最重要的互动了，就10分钟转发一次。为什么要10分钟转发一次呢？因为有时候他朋友圈你知道吗？它是个实时的动态，如果你不做到10分钟转发一次呢，他有时候就会做得到，他看不到。那他看不到或者被其他的信息刷下去了，他就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我们这场非常重要的直播。所以呢，那我们就需要做得到实时通知到他们，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就开始了，其他的就不给大家耽误了，好不好？好了，来，所有的人在评论区里面扣出来4个字，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主题，叫做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打出来啊！然后杨云朗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开头啊，今天晚上这场直播呢，不是我一个人全程讲，是我跟大家一起全程参与。你可能在直播间里面听，但是我会根据大家的互动、评论以及你提出来的问题，完成我们今天晚上全程最好的这一场直播的演绎。所以呢，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起来哦！我讲到哪里，你就分享到哪里，我们就互动到哪里，我们就点赞到哪里，我们就转发到哪里。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的点赞啊，能够做得到100万的赞，好不好？所以你们的大拇指就不要停，拼命的戳下去，好吗？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啊！今天晚上的主题会围绕着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呢，会跟以往分享的不一样。来，所有人写下来，叫做“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们幸福人生的主背景。那么，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个我是指哪个我呢？所有的人在评论区，在你的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么一句话：我指的是我的内在真心觉性的那个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学过心理学对吧？我们有3个我，一个是自我，一个是本我，一个是高我。那我们把自我呢，也称之为那个兽性的我，自私的我，对吧？然后我们把本我呢，其实就称为这个人性的我，对吧？还是讲道理的哦，人性的我。然后我们把高我呢，称之为觉性的我，对吧？它是无我利他的。所以呢，这里面讲的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要你在我那里做一个备注，指的是我的内在真心，是觉性的那个我，是无我利他的那个我，不是那个小我。能听懂的在评论区里面回复听懂了，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晚上既然这个开头就给大家讲了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所以今天的课程会有一个后遗症哦。什么样的后遗症呢？就你本来是抱怨而来的，你本来是觉得你的先生啊、你的太太啊可能不合格的，你甚至觉得你的孩子让你很头疼的。如果你今天能够全程把今天晚上直播听完呢，你会找到答案。让你头疼的从来不是外在的人事物，让你头疼的是你没有觉醒的生命。那么今天晚上杨玉兰老师的课程就要把大家通过小我拉到高我，然后以及让你们活出这种生命的状态，然后把所有的问题啊不再对外找答案，而在内寻真理，好不好？然后已经准备好了的，那就回复评论区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好吗？好的，好，那再讲一句话啊，我指的是内在真心觉性的我，是那个高我，是无我利他的我。然后我们写下来一句话，叫人生之所以苦啊，就是因为人生有5毒。人生有哪5毒呢？贪嗔痴慢疑。所以是什么造成了你感觉到不被爱？是什么造成了你觉得不幸福？是什么造成了你觉得孩子叛逆？是什么造成了你觉得你选错了伴侣？是什么造成了你感觉到你的事业不顺利？是什么
导致于你今天的人生还在外找答案。所有人把这5个字写下来，叫人生5毒：贪嗔痴慢疑。所以今天晚上的课有点特殊啊，杨玉兰老师虽然是一个讲夫妻关系的老师，但是我也是一个通过关系入道的老师。所以今天的课程呢，除了是围绕着本身的夫妻关系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我更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我更想给大家讲的其实就是表面上好像是我们的另外一半不懂我们，实际上的内心啊，是我们被很多的外在情绪给掌控了。那么如何能够拿到我们自己的自主权呢？然后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杨玉兰老师实时直播，杨玉兰老师实时直播，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那么今天我们要过好幸福人生，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一句话，叫叩问自己。就是你只有叩问自己的时候啊，其实你才会有你人生的终极答案。那么叩问自己什么呢？写下来第一句话：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晚上这一场直播啊，就是杨玉兰老师的幸福人生我们的现场课程啊，终于要开课了。然后很多学生呢，我希望你们在开课之前呢，能够听一些就是普及一丁点的东西。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们写在那里啊。第二个来写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就以前我对这个问题特别不好奇，因为我觉得我从哪里来，我的认知就是我从我妈妈的肚子里来。但是我发现，就是当你人生越来走向内在觉醒的时候，你开始去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开始去实现了财富自由，然后实现了经济独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吃饭、睡觉、赚钱、养家，然后身边有老公、有孩子、有父母，然后组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的职业圈，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它看似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你人生的意义肯定不是为了这些，就是这些表象上的事情而存在的。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探究，我从哪里来？这是很多的大修行者，他们会非常好奇的问题。曾经的杨老师不好奇，甚至我对这个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其实搞懂了生命的意义，你就很容易活出全新的人生。我就开始人生过得不一样啊。所以要问一下自己，叩问自己，我从哪里来？第二个要问自己，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所有的人在评论区里面打一下，因为有一些家人在评论区里面写着了，就是这不会是录播吧？打出来一句话啊，打出今天的日期，打出现场直播好吗？打出今天的日期，打出现场直播，打出实时直播，好不好？好，然后最后一个叩问的终极，这个非常重要，所有人写下一句话：问题即答案。问题即答案，你问对了问题，你的人生就会有意义。如果你问错了问题，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走偏了，你知道吗？所有的家人转发一下啊！嗨，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把这句话写在你的笔记本上，也把这句话写在评论区里面写下来，叫我应该如何过我的一生？我应该如何过我的一生？2020年的时候，杨玉兰老师，开始了当时在账号上3个月的这个公益直播，就那个时候给我感触特别大。我每天直播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半岁，然后那个时候我奶奶还在世。就你今天让我想想起来，就是我依然觉得那个时间段的直播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那个幸福的场景里面，就是有非常多你珍惜的人。就是为什么会突然聊到我的孩子，聊到我的奶奶呢？就是我昨天在翻看视频记录的时候，翻看照片的时候，我找到了以前，哇，我发现，疫情之前我大儿子好瘦好瘦啊，发现我二儿子那个时候原来只有几个月大，好可爱好可爱啊！我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奶奶还在世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吗？就我们人
不再离一些东西面向告别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知道我们活得有多幸福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我们的那个当下其实无与伦比的幸福，我们不清楚。所以我想说一句话，问清楚了自己这个问题，你就容易不走偏路，你就容易活出全新的人生。所以这个问题叫做，打在评论区里面，叫做我应该如何过我的一生，我应该如何过我的一生。然后今天晚上的课程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以前我会讲到什么是婚姻我们在婚姻里面应该怎么相处，男人和女人的情感需求是什么。我觉得今天我再讲婚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刚刚叩问自己有4个问题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叫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从哪里来。第三个，我要到哪里去。第4个是我应该如何过好我的一生，这是叩问自己的4个问题。然后今天的主题是呢，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以及那个我呢，讲的是我的内在真心，那个觉性的我，我的那个高我那我们人生就是要想走向终极幸福，我们要放下人生5毒，那5毒呢就是贪嗔痴慢疑。所以呢，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行出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具体的做。那所有的人在评论区里面写下来一句话，就不管你是结了婚的，还是没结婚的，还是将来以后要有婚姻的，还是将来就决定做丁克不要结婚的，我觉得今天的课程都会对你人生有无比的收获。因为有了无比的收获以后，你发现有些东西你逃不了。就很多人为什么单身，你知道吗？他觉得宁愿高贵的单着，也不要也不要低着的去将就，但其实是在逃避，是在恐惧。就是我们可以暂时单着，但是我们其实人生应该对自己有一些这样的追求和需求，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它会有难关，但是这个关我们是要过的。我们不要让自己活在了害怕、恐惧以及不敢面对里面。就像有人说，像风一样的自由说，杨老师我都不相信爱情了。所以你们看到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就知道是不是现场直播一定是的。还有人说这个男朋友前几天刚刚外遇了，对吧？还有这里还有评论区有人说他已经是2个孩子的奶奶了，特别好。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一定让你们满载而归。还有人说没遇到合适的，都会逐步帮大家去找到意义。来，所有人课程笔记记下来，非常重要。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打个括号，借势修人。来，写下一句话，婚姻的意义，借势修人，借假修真。超宇，你知道我说的是你是吧？对，借势修人，借假修真。就很多人觉得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我找到一个对的人，于是我一生就可以开始走向幸福。很多女人找到男人的方式就是我可以找到一个饭票，甚至我可以找到一个依靠，甚至我可以不用一个人那么累的去承担很多东西。而很多男的找到女的就只觉得我不用一个人所有东西都我来做，有人甚至可以承包家务，并且我确实需要一个生育机器，对吧？帮我传宗接代。就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偏离价值观的。那我觉得什么叫做从我出发我这里今天的课程讲的，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嘛。所以整个课程都是围绕着我出发的，只是这个我呢是内在觉醒的那个我，对吧？那我想说一句话，就叫借势修人，借假修真。然后借势修人，借假修真背后，你们打个括号，有一个字。来，我们讲一句话，如果我们眼睛能看见，对吧？这个是讲我们的视觉。然后我们的耳朵能听见，这叫我们的听觉，对吧？如果我们能闻到味道，这叫我们的嗅觉。如果我们能抚摸到东西，能感受得到，这叫我们的触觉。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字，就是其实能够让我们人生不活得那么悲哀的，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世界，去理解整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存在的，如何能够处理好所有的关系的。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一个字，叫觉，觉察的觉，听觉的觉，视觉的觉，味觉的觉，触觉的觉，嗅觉的觉，明白意思吗？叫觉。就当你人生有了觉，你才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不在外找，因为你能够通过所有的事情内观自己。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4个字，叫内观自己。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对，内观自己，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如何能够内观自己呢？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些能颠覆大家理念型的东西，颠覆大家认知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一致的都认为一个现象，就是我找到一个对的伴侣，我就会幸福。如果我的孩子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我就会幸福。如果我生的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我就会幸福。如果我的父母对我好一些，我就会幸福。如果我遇到一个好的公公婆婆，我就会幸福。如果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老大是一个好的伯乐，我就会幸福。甚至如果我创业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好的合作搭档，我就会幸福。如果我人生很有福报，很有运气，我有贵人相助，我就会幸福。来，什么叫内观自己啊？我要给大家把认知击穿到底，给你们颠覆过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们才会真正内求，而只有内求才会让你幸福，你知道吗？来，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内求才能让我幸福。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真相是什么？我的伴侣，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领导，我的下属，我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不是我幸福或痛苦的来源，我自己才是。就当你理解到这句话，你知道，亲爱的，我就告诉你，今天的课程可能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你已经开始有收获了。对，所以你知道那种概念是什么吗？就是我见过很多人找我辅导，他们找我辅导的答案都是一致的。老师，我老婆怎么样才能改变？老师，我的老公怎么样才能像周老师一样上进？老师，我的孩子怎么样才能听话？怎么样搞定我的孩子？说你们一句话，我没有能力帮你们搞定任何人，我只有能力搞定我自己。我借由搞定我自己分享出来，是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觉醒了，你真的内求了，你真的不再向外找答案了，我想说，你来学习，我能搞定你。我能搞定你，你就可以搞定你的世界。如果你想经由我搞定别人来让你幸福，你变得更索取了，而索取不可能让你终身幸福。索取就像欲望的黑洞，它只会把你拉向下一个深渊，让你更索取、更贪婪。这就如同去到我们说的某赌什么场，你觉得你赢到钱了就可以改变命运了，而在我看来，你赢到钱了，你离下一个陷阱倾家荡产离得更近了，因为你变得更贪婪了。而在我这里没有这样的答案，我这里的答案是，来，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写出来4个字：谁学谁好，谁修谁好，谁改谁好。就如果你悟到了这一条，你会开始去承认你确实有这些糟糕的关系，但是你问我的答案不是如何让你身边的人变好，或者是如何让你身边的人改变，你问我的答案只有一个：老师，我怎么改变？我怎么改变以后让他们变好？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哦！你们点赞转发都不提醒的呀，听课去了。你们把人都赶跑了，也没有人在这里干这件事了，对吧？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好不好？好的。提醒，要没有提醒的，以前是谁提醒的，就把那个人请进直播间里面。好，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小大拇指啊，戳赞的地方不要停。是的，谁学谁好，谁修谁好，谁改谁好。所以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有人把答案你们敲给我，叫借势修人，借假修真。什么叫做借势修人？来，所有人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叫做学会把问题和人分开。就很多人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他总是上纲上线，把问题跟人联想到一块儿，你知道吗？但实际上，
那个问题跟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只是事件。但是你把任何事件都上升到跟人有关系的时候，学会把问题和人分开。然后还有人问我说，老公不修怎么办？你修好不好，宝贝儿？你修好了，你老公肯定修。你修好了，你变好了，你老公变得有好处了，他就会在想，哎，这小娘子最近学啥了嘞？为啥学得这么好了嘞？对吧？他可能就跟着你一起学了。所以当我们无法改变外在环境的时候，我们先改变自己，好吗？好了，学会把问题和人分开，然后时刻让觉察走在我们的前面。写下来一句话，时刻让觉察走在我们的前面。你知道吗？很多人活着啊，肉体存在，但是他的什么不存在呢？就是他的心灵不存在。所以他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会容易外求。任何人事物，写下一句话，任何人事物都非你幸福或痛苦的来源，你自己才是。让你痛苦的是什么？是你的小我。你的小我里面有什么？你的小我里面有贪嗔痴慢疑。而让你幸福的又是什么呢？你的幸福，让你幸福的是你的心，是你的我们的心脏在左边，对，是你的心，是你的这颗真心，是你的这颗无我利他之心，是你的这颗觉性的高我，能理解吗？我指的心不是指这个心脏的器官哦，我是指这个心的本来面目，你们能理解啊？好，来，一切向内观，选好你自己的人生主人，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选好我自己的这个人生主人，就是我们要选好我们自己的人生主人。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主人呢？是那个高我，是那个觉性的我，是那颗有真心无我利他的我。那我们不要被什么掌控呢？我们不要被我们的小我给掌控我们的人生。就怎么区分高我和小我？来，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小我打个括号，贪嗔痴慢疑。什么是高我呢？打个括号，无我利他，真心，道心。能听懂吗？能听懂的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听懂，好不好？那我们就继续。那么今天呢，晚上的内容非常精彩哦，精彩到什么程度？精彩到你不转发给你30个好友，你会觉得你今天白听了我的课，因为今天就是让你的真心无我利他的去行出来，对吧？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那什么为起心动念？你好了，你希望别人更好，你听到的直播你觉得杨老师讲的还不错，能够帮得到人，哎，你愿意转发给你的好友，也通知他，也叫上他一起来听听，一起来学习学习，哎，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们不要光听，我们要去实践出来。那么今天晚上的主题，杨云老师会给大家讲到什么内容呢？会给大家讲到夫妻关系，会给大家讲到父母关系，会给大家讲到亲子关系，还会给大家讲到就是我们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还会讲到人生的本质的真相，以及如何去处好这些所有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处好这些所有的关系以后，去让我们人生获得更大的圆满。所以能够此时此刻达得到应该怎么做呢？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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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然后点赞就不要停。然后今天晚上凡是直播的时候留到最后的，杨老师大概会直播多久呢？2个半小时左右。凡是直播间留到最后的，会赠送你超级福利。什么样的超级福利？就杨玉郎老师的手稿会送给大家，看到了吗？如果你不小心瞄到了，你可以截个图的，但是我放下了哦。然后我这种手稿有多少张呢？你不可以想象。我现在才给大家1张都没讲完，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你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截得到，并且我又是没有回放的，那你就要细心聆听。还有你拍了我的手稿其实没有用，因为你要通过我给你讲，还有我跟你讲的时候，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听杨老师的课不是听。来，写下一句话：听杨老师的课不是听，而是觉，而是行。什么叫觉？觉叫做觉察，觉察。什么叫行？行叫做行动。你只有知行合一，去行动的时候，去实践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课程才叫对你有收获，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的。你明白意思啊？所以很多人听了很多道理，为什么过不好这一生啊？
没有去行，没有去把道理践行出来，没有把知识变成真理一样的去做得到，这才是我们就学了很多东西感觉没有效的原因。所以杨老师给你讲到哪里呢，我就希望你体悟到哪里，你体悟到哪里呢，你就给自己做决定，修正到哪里，增改到哪里，好不好？所以写下来第一句话，知道，来打一个学习路径啊，学习，然后干，对吧？就是往下一个阶段，知道，学了以后我们不就知道了吗？好，知道以后叫体悟，叫悟道。因为所有的知道到做到之间一定要有一个悟道，你没有悟道的东西，就像我告诉你苹果什么味道，你没有去吃过，你不知道何为苹果，这个是一样的意思。你只有自己真实吃过了，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苹果是这个味儿。虽然每个苹果的味道都不一样，有酸一点的，有甜一点的，有脆一点的，有粉一点的，但是因为你体验过了，你就会知道，哦，不同的苹果，你就会理解，你的世界观就会变大，你知道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来从学习到知道到体悟到，也就是我们的悟道。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是做到，就是要去做，要去实践。来，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一句话：学习不实践等于白嫖，学习不实践就等于白嫖。你不要觉得我说话很难听，我跟你讲一句话，这只是在教的层面。如果在有些东西监督和行的层面的时候，很多人经常跟我说，老师我好可怜啊，老师我没有人教啊，老师我没有人帮啊，就是我就会给你的人格去做对号入座的，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啊，终其一生遇到很好的教练教他都教不会，为什么教不会？因为他总把自己不够好做不到，把所有的因都归结于了外因，就不找自己的问题，并且他也找自己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就是我知道我很笨，我知道我不好，我就知道我不行，但是他不去行动，他不去增改。如果你觉得不行，很多人说老师我就有很强的内在信念，觉得自己不行怎么办呢？那就改信念好不好？来，所有人，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途径，能够让每一个人变得更好。写下来2个字叫转念，转念，转念非常重要。就如果你是很糟糕的，你就转念；如果你是不糟糕的，对吧？你很积极的，甚至你很正能量的，那就麻烦你把知和行连起来，知行合一，方为真知。知了不行等于不知。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无法把不知为真知，那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继续好不好？来，听到此时此刻你觉得课程非常让你有收获的，来，我们回复一个非常有收获。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转发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更多的好友，然后去找得到我们应该如何做。还有杨老师会等会儿给大家来分享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有一些人非常自信，你看到有一些人非常没有内在力量，甚至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为什么是受害者的角色，有一些人为什么他是抱怨者的角色。然后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角色的人格，我们如何能够从自己的角色的人格里面的陷阱跳脱出来，我们变成真行的人，好不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主题。但是写下一句话就是今天所有听到的，方为我即将要做到的。来，这句话很重要。今天但凡我听到的，都即将成为我做到的，以及实践到的。今天但凡我所听到的，都将成为我做到以及要实践到的。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写下来，生命即关系，生命即关系。那么生命即关系，我们会讲到几层关系呢？第一个写下来一句话，叫我与父母的关系，就是我和财富和婚姻以及人际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就是我和财富和婚姻以及人际关系，就是以关系入道。就用一句话说，你活在3维空间里面，你进行任何的人事物，你就是要懂关系的。如果你不懂关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终其一生会很糟糕。然后你们有问题的，有困惑的，对吧？你们也可以把问题困惑给打到评论区里面来。然后现在在我分享第2章笔记之前呢，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到时候的这个
杨老师去以色列游学的那个课程笔记啊，请教了这个奥运冠军啊，也请教了这个诺贝尔学家的这个人啊，还请教了一些资深的，非常有这个企业家呀，就是把那些以及以色列犹太人他们是怎么培养孩子的呀，我可以把我以色列游学的笔记免费的送给大家，要不要？好不好？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家庭教育呢，晚一点给你分享。然后呢，如果你留到最后呢，我还可以把这个笔记也送给大家，好不好？大概有多少页呢？就是应该有个10多页吧。那是杨玉兰老师本人做的笔记啊。好，还有人问说，杨老师有没有现场课？想听我的现场课程？刚好杨玉兰老师真有现场课，但是如果你们要听呢，要找我们的服务老师，好不好？你们去申请。因为你要知道，幸福人生4天4夜的线下课，全新由幸福之道升级的，对吧？我们会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啊、亲子教育啊，还会讲到传统文化呀，讲到国学呀，甚至讲到犹太人的，就是你们刚刚非常想听的这个家庭教育啊，如何培养领袖啊，还以及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这个家风啊、家训啊，然后如何以关系入道，然后把我们的财商经营得更好啊，如何能够让财富更多呀，对吧？这些东西我们在现场课程都会有。但是要找谁呢？依然找你们的服务老师，好不好？然后让我们万松小哥哥分享为什么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课程。周文强老师、杨老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智慧的分享？好的，老师，您有一段视频啊，其实讲的就更特别到位了。我觉得把这一段视频给到大家所有人看到了，他们都会感受得到为什么这一次的幸福人生一定要来。接下来呢，把杨老师专门为所有的粉丝们录制的这一段视频放给大家播放一遍。如果你在婚姻里面感觉到很痛苦，如果你觉得你老公冷暴力，如果你感觉你的脾气真的是控制不住，如果你觉得你在婚姻里面就是受害者，就是牺牲者，但是你真的想去改变，做一个承担者和创造自己全新的人生，如果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情绪的奴隶，你想去改变，但是并不知道怎么去做得到改变，然后你会发现你明明想旺福，但是就会发现自己的强势、自己的受害或者自己的抱怨，让整个家庭反而螺旋式的下降。你明明想让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他孕育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你过度的去干涉的时候，孩子反而跟你站在了对立面。如果你的人生有这么多的卡点，有这么多的困惑，那么你一定要来参加杨云老师3月2到5号的幸福人生的现场课，因为你会完整的知道，首先我们应该是活出来真正自己，然后其次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应该具体的怎么做，我们在亲子关系里面应该具体的如何做，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那跟父母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去解除那些曾经的魔咒和障碍。那么杨云老师想告诉你，让你情绪变好，我这里有答案；让你财富上的卡点消除，我这里有答案；让你在关系上里面变得幸福和谐，找回初恋般的相互的热恋，杨云老师这里有答案；让你的孩子不是听话，而是心跟你在一起，然后爱着父母亲，杨云老师这里有答案。那么杨云老师隆重的邀请你一定要来到3月2到5号杨云老师的线下课程4天4夜的幸福人生现场课，杨云老师主讲，并且我还会邀请到我的先生一起在财商领域里面助力大家去解决财富自由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帮你打通财富卡点的问题。我是杨云老师，我隆重的邀请你来到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希望你给自己安排出来新年的第1堂课，来到杨云老师的幸福人生现场课。我和周文强老师在幸福人生的现场课与你不见不散。好像听我所说啊，我们现场课是1000人的名额，好像不到100个了，所以呢，你们要抓紧联系，好吗？好。还有人说，老师，我的老公不让我看你的视频怎么办？这你看你们问的问题啊，对吧？杨老师不是在这里空口白说的，你看到笔记了没有？这是助理在你们评论区里面记下来的。我特别想说，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们的老公不让你们听我们的课程内容吗？我告诉大家一个现象，因为你发给你老公的是叫做老公一定要给老婆不买礼物，老公如果不给老婆买礼物就啪啪打死算了，然后以及这个亏妻百财不入，
对吧？然后如果听到了强势的女人就克服克制呢，你就戴着耳机听，不让老公知道。所以用一句话说，你老公感觉我讲的内容都是针对他的，都是说他做的如何不合格的，然后你拿着我的视频来教育他的。来，所有人写下来一句话，3个字，对立面。就是你感觉对方不允许你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你拿着我的东西把它变成了对立面，你好像觉得我能教育他。我告诉你，我还没有机会教育他，他就已经把我拉黑了。那你说老师，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多数的学生老公都是鼓励他们要学我的课程的。为什么鼓励？因为她老公看到的版本是什么？强势的女人就克服克制，女人一定要对家庭好，女人是水做的，一定要欣赏老公，然后崇拜老公，要给到老公足够的自由，她就会很欢喜，因为她会觉得哇塞，杨老师把我的老婆教得更像一个好老婆了。所以用一句话说，你老公不让，或者是你的老婆不让，是因为你给错东西了。那男的也一样的，我告诉你，老公反对的还真的很少，那老婆反对的不让这个先生来上我课的那多的要死。为啥呢？因为他先生看了我的视频以后，就把强势的女人克服克制，对吧？这个女人如果不会夸老公，就是纯老婆，就类似于这样的，他嘎嘎给他老婆发呀，发到他老婆虽然不认识我，就已经在心里确定了，这女的胡说八道，这女的是破坏我们家庭的始作俑者，这女的比小家一加 A 还可怖。就用一句话说，就我没出面，我的位置已经被你们不懂得彼此的情感需求拉成仇恨了，我变成了那个拉仇恨的人。但是真的是我拉的仇恨吗？不是。因为你要知道，我所有的问题其实用一句话说，强势的女人克服克制，这个视频我就是让女人自己自我对照觉察的。这个老公一定要给老婆送礼物，我也是希望男的听了以后自我觉察的啊，自己去做好的。这亏妻百财不入，宠妻万财皆来，家和万事兴，亏笑百事不顺，我也是讲给你们，希望你们都能懂事的。那亏夫还有违天道呢，对不对？一样的呀。所以用一句话说，咱费老鼻子劲了，但是呢，有些人他就不懂也不听，慢慢来吧，好吧。我送你们一句话啊，这句话你们打在评论区里面。就你们希望得到另外一半的支持，你就让另外一半感觉你学习对他有好处，很简单，就非常简单。就你们想夫妻同修是吗？你们希望你们做的事情，你们的另外一半不反对还支持是吗？写下来，这句话非常重要。你只需要符合一个东西就好了，就你学了他有好处，你学了他感觉你变得对他更好了，就这么简单。然后还有粉丝说了，这个不是你们太牛逼了，你们把这个也拿给我来回答。粉丝说我没有老婆，听这个没用。这样你要认为没用，请你出去，好吧？很多人说杨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回答问题呢？我告诉你，认为没用是因为这个人没有慧根啊。我讲的只是夫妻关系的那点事吗？我讲的不是整个人生吗？他如果我讲整个人生他都觉得对他没有用，那是我讲的东西对他没有用吗？那是他没有用啊，对吧？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来到我直播间的粉丝啊，是更加的同频共振一点。我们小助理也特别可爱，对吧？把这样的问题给我记下来。你说这是修炼我呀？此时此刻考验的就是杨老师的格局胸怀，借势修人，借假修真。那是杨老师格局小要把他请出去吗？不是的。我是觉得大家在这里啊讲一句话，所有的人写下来4个字非常重要，这不是为了给我讲，但是也包含跟我讲，就是你们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要围绕着这个主题，4个字写下来，叫做好好说话。就当你的人生能好好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不？你问我的问题也会好好说话嘛，对不对？你可以这么问问题，老师我没老婆，不知道听这个的话能对我有什么帮助？你说是不是缓和了一点？老师我没老婆，听这个没用。一看你这个人表达这句语言，第一个情商低，第二个不会说话，第三个你的人际关系一定遇到很多的障碍，第4个我不知道您多大了，如果您年龄还特别大还没老婆，应该问一下自己本事去哪了，对吧？学点本事好吗？好嘞，开玩笑到这
我们继续给大家做分享。好，还有的说，老师，我的口才不好，我想做直播，怎么像我一样口才好？来4个字，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刻意练习，刻意练习，刻意练习。如果还要多加几个字呢，那就7个字，好不好？刻意练习逐字稿，刻意练习逐字稿，刻意练习逐字稿。很多人说一句话，那老师怎么才能拿到逐字稿呢？链接杨老师啊，那自然就能拿到逐字稿了。我们每天直播间都给大家分享逐字稿，对不对？那用一句话说，你会讲话就行，对吧？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耽误了。所以直播的问题，杨老师一次性给大家回答5个了啊。我们这5个回答完，小助理再把以前的，这不是小助理了，那这个给我记内容的这个助理老牛逼了，是我们的刘希乐老师，也是做杨岳老师官方号的啊。他们2口子啊，同时做了我不同的平台的官方号，那牛逼够那死了。并且呢，希乐老师是属于硕士研究生啊，是硕士吗？牛逼的要死，你知道吗？做任何事情啊，就是都能够有预见性。我估计啊，拿这个问题呢，他也不是为了考验杨老师，是真想如果有这样的人，如何帮助这一群人，能让更多人能够来学习，来获得人生的智慧。好，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想采访大家一个问题。杨老师可以讲什么内容啊？你们听听啊。我可以讲财富的，我也可以讲夫妻关系的，我还可以讲亲子关系的，我还可以讲一些心理学的内在投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格，为什么我的人生过程是这样的啊？我也可以去给你们讲你们原生态遇到的伤害如何能够去转念，能够去化解的。然后也可以讲，就是如果你想走向生命的修行，如何能够帮大家去提升维度，获得更大的成长的。就我现在想采访我直播间的所有的学生，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听哪个？你们想听什么关系，你们就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好不好？我就围绕着什么东西为你们量身定制。今天晚上的直播内容啊，会非常的精彩，内容呢也是无敌的震撼，因为杨老师要准备的内容啊，是以前从来没有讲过的。此时此刻啊，还有人想听营销的，想听心理学的，那我就把所有的关系给大家串起来吧，好不好？把你们想要的财富的关系，对吧？我到时候会给大家分享到花钱的10大的福报资产，以及赚钱的这个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实现财富自由的这个路径，然后以及再教给大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然后以及一切的关系上，我们如何能够了解自己以后，也通过了解别人，我们知道跟不同的人正确的如何相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嘛，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有些人他就喜欢听好听的话。而有一些人，你跟他讲非常多好听的话，他还反而觉得你这个人虚伪。来，有的话在评论区里面打一个有字。那我接下来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不同的人格，你知道吗？他就不同的构造。你认为好听的话能够对所有人，其实你会发现好听的话只能对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可能你骂他的时候他很爽，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你一不小心骂他，哎呀骂了拉仇恨了，记仇了，贪嗔痴慢疑起了啊，彼此甚至成为敌人，甚至有报复了。那杨老师要通过心理学的给你角度，给你讲一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4种人格的存在，以及5种形式的展现。来，想听的，因为我们讲了生命及关系，对不对？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就是我们和财富和婚姻的关系。那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呢，是我们的财富关系；我们跟母亲的关系呢，是我们的婚姻关系。女人一生的情感需求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啊，其实是追求安全感。那其实追求安全感呢，它又跟我们的伴侣没有关。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我伴侣不给我安全感呢，实际上女人的安全感多数是跟父亲有关。那我们如何找到这些源头以后，找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对照，我就像有到了一本人体说明书，我知道比如说我们的万松的人格不一样啊，我们的希乐老师人格也不一样啊，我们的刘安老师人格也不一样，我们的玉兰老师的人格更不一样啊。根据不同的人，如果我了解了他，我就能够知道怎么跟这号人打交道。就像杨云老师这种，我是蛮指责批判型的人格。就你跟我这种人说话，你知道吗？我对人很少会有反应。就是我虽然是一个讲关系的老师，我讲的是先天人格啊。来，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我现在给大家要解析先天人格了。什么叫先天人格？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的出厂设置就是这样的，我原生态的经历就构造了我不一样的认知体现，所以我就会做任何事情，我结果导向，对吧？我会谈事，但是我很少会把所有东西我要关注你的感受甚至我要倾听啊，我要跟你共情啊，就是你有事说事，说重点。
你但凡绕来绕去不说重点的，还说一堆有的没的，甚至拍马屁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我就无法接受，你知道吗？但是有一些人你不讲重点，对吧？你就夸他，你夸他10个小时，他都开心的要死。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方式对那种人有效，这个方式到了这种人这里反而费力不讨好呢？那你就需要了解他的构造。当你了解了他的构造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一个真相。什么样的真相呢？叫做不同的人。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4个字，非常重要，叫因材施教。就当你能够因材施教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与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相处，以及怎么样才能相处好，以及怎么样才能达成彼此的目的地。那我接下来就给你解析你的先天人格，我的先天人格，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先天人格。解析完以后呢，你就对号入座，下次你就知道碰到什么样的人格的人，你就怎么样的打交道。我还是说的一句话啊，这个东西跟人无关，它就是一个说明书而已。就是比如说我不会共情，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就我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非要论，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属性。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一些人，他说话呀特别考虑别人的感受，就特别好听，说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伤害别人，他不带有攻击性。还有一些人说话呢，那就跟刀子嘴一样的，直指核心，对吧？但是需要有人有承受力。还有一些人说话呢，那真的是水利万物而不争，又让你舒服了，又不让你觉得过了边界。还有一些人说话呢，你就感觉哇，热情激情，好像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只要说话，你就会把他联想到是成功学。实际上他可能不是，他就是热情像火一样的，他激情的不得了，对吧？你就通过他一些反射就给他贴了标签。那么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来4个字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4个字，所有人写下来一句话：不贴标签，不贴标签，不贴标签。不贴标签你晓得吧？就你不贴标签的时候，我教你所有东西你能学得会。如果你贴了标签呢，我教你的东西不容易学会。那怎么样做得到不贴标签呢？我从心理学给你入手，因为杨老师以前很少讲心理学啊，就是这段时间我学习到了呢，我也希望能够教给你一些更多的东西。并且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来参加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的，我们现场课程会比杨老师的直播精彩震撼100倍以上。因为在直播间嘛，很多顾忌，我很多一些核心他无法讲，我只能通过披上一层直播可公开出去的外衣，然后给你讲一些我觉得还是概念型的东西。但是如果来到现场课程就不一样了，那很多人我知道想来，名额又不多了，你们自己找服务老师去抢购哦。那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那怎么抢购得到？是我们会播2800的合伙人就可以，是我们会播的2800的合伙人就可以。如果是我们会播的2800的合伙人就可以的话，那你们怎么学习呢？就是你找服务老师要链接啊，你可以报名我们会播的合伙人的这个2800。还有一种啊，如果你之前购买过杨玉兰老师的11堂导师密训课啊和内部核心密训私房课啊，这2个课程加起来，我也有纵深给你我们的现场课程财道以及我们的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的，那也可以申请名额。但是确实名额有限，要赶紧找服务老师预约啊，估计今天晚上名额就会爆掉了。好，我们继续啊，那我们开始来讲内容了。很重要哦，写下来哦。生命及关系，我与父母的关系就是我和财富和婚姻的关系，而这些所有关系的源头只有一个，叫做我与自己的关系是源头。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叫我与自己的关系就是源头。那怎么样能够做得到我与自己的关系是源头呢？来写下一句话，就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先天人格，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心理学？写下来一句话，叫先了解为什么，再了解如何做。就很多人遇到事情就解决事，不，你应该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你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才会去站在一个角度。所有人写下来一句话非常重要，懂是一切的前提，懂是爱的前提。就你不懂，你所谓的指导就是瞎指导，甚至有一些人就咔咔就觉得来听我的，那就4个字叫好为人师。
就是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去看医生，你为什么要通过望闻问切？因为他明明是感冒了，你把他当发烧处理；他明明是发烧了，对吧？你把他当结石去处理。他明明是结石了，哎，你跟他说一句话，哦，你放点血去一下燥，对吧？然后以及怎么样，这个就不对症下药。来写下一句话，我们不只看病需要对症下药，我们经营关系更需要对症下药。我们要知道我们遇上的是什么人，我们如何能做得到懂对方。来写下一句话，懂是爱的前提，知道如何懂对方，才能经营好与对方的关系。这个对方是指的所有人，它包含你的孩子。为什么很多父母说啊，我的孩子叛逆都不跟我说话，他为什么不跟你说话呀？你天天在外找的答案是他怎么才能听我的话？你知道吗？他怎么才能听我的话？你一辈子都是在三维空间用二维的思维来解决三维空间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就很多人说，老师，那不是三维空间解决三维空间的问题吗？三维空间解决三维空间的问题，到底好歹还治标，就像我们说西医一样的，对吧？但是你知道吗？你用二维的思维来解决三维的问题，根本就是可笑。就跟蚂蚁想上天一样的，你说有飞蚂蚁，但是你说他想上到世界最顶峰一样的，他上不了，这个生面就上不了，你知道吗？那杨老师到底教给大家什么内容？杨老师教给大家的内容非常非常简单哦，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生命的意义，你知道吗？我希望每个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我希望每个人能够知得到，像内求的答案里面，你终其一生要找的东西不在外面。我特别渴望，就每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去管别人的闲事。你只有更深层次的内求的时候，你可能有一天才会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可能有一些东西它需要机缘，需要时间。来，觉得已经听懂了的打一个听懂哦。那我们继续，先了解为什么，再了解如何做，再监督跟进践行做到的过程和结果的检测。这句话很重要哦，先了解为什么，再了解如何做，再监督跟进实践践行做到，去检查过程和结果。就你们人生的学习就要根据这个来。这种学习不但是说学金钱的关系啊，学企业经营的关系啊，学管理啊，学机制啊，然后学商业模式啊，甚至可能学亲子教育啊。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你所有的学习，你所有的关系都得按照这个程序来。就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了，你觉得是因为他讲话不合你意，你就会很伤心很难过，你就觉得他不爱你，你终其一生就很痛苦。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了，你思考，哎，为什么我会吵架呢？对吧？我们刚刚吵架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个我的因为我的觉得是不是我老公的也是这个因为和这个觉得呢？他可能不是。当他觉得不是的时候，那我们中间的冲突到底是我想象出来的，还是我情绪不被控制创造出来的，对吧？你要去找。还有些人说了，我们可能冲突不是跟老公，有些东西我们跟客户起了冲突，那我们就要了解，哎，客户为什么会愤怒呢？对吧？哎，我觉得我对客户的服务很好啊，也许客户要的不是保姆式的服务，他要的是价值。还有一些人说一句话，也许有一些客户，你觉得你在给他创造价值，可能你说话的语气不够好，客户觉得没有得到尊重。就是啊，为什么呀？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3个字：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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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如果所有的问题，心理学其实就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所以你写下一句话：心理学的核心本质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有了为什么，就像今天世锦老师我跟他交流，对吧？在拍这个短视频。对，我说的是你要做 IP， 你为什么要做 IP？
你做 IP 的起心动念是为了什么？你希望帮助解决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其实这些东西才决定后面的果的，而不是说前面什么为什么都没有，只是去做。我说的原话就是，你没有任何感觉，你没有任何爱好，你也没有任何信心，你去做的事情，它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我说世锦老师，为什么你直播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因为你直播的时候，你跟学员的那种互动，对吧？你帮人解决的那种感觉，那让你感觉很美好。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就是做自己美好的事情就是光。做自己美好的事情就是光。那每个人都是有光的。一个家庭主妇做道菜，就觉得哎呀，天天做，有啥好做的呀？做了给他们又不说我做的好吃，哎呀，菜放咸了还要嫌这嫌那的，又抱怨又指责又不得不做。你会发现这就不是光，这是黑暗。但是还有一个家庭主妇一想着，哎呀妈呀，看我老公养家这么辛苦，对吧？然后呢，我要做一些好吃的，我要满足他的胃。说了，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抓住这个男人的胃。我不是为了抓住他的心，我爱他，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好吃的美食给到他。哎呀，还有我一定要提升我的厨艺，为什么？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越来越享受妈妈做的美食里面充满的不是美食的味道，还有爱的味道。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不要被你早上今天晚上我们7点直播的时候，对吧？我们做了开篇，然后你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就听到后面的内容，忘记前面的内容了，不行，它得串联起来，所以很重要哦。那你知道，那接下来讲一句话，那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先天人格呢？我们每个人在人格里面，它有哪种形态呢？你在这里有这几种形态的时候，你就去理解，你对号入座，你是哪一种，然后你的伴侣是哪一种，你的孩子是哪一种，然后如何都把他们还有你自己变成好的那一种，好不好？我们讲了一句话，在我们的心理学里面，我们的心理地位有4个类型，写下一句话，心理地位有4个类型。第一个叫做我不好你好，叫做我不好你好。我们在心理地位里面有4个类型，叫做我不好你好，这属于第一种。然后呢，把它记下来，这种人是属于什么呢？就自我贬低，我都这样了，我还能干什么呢？然后它属于讨好型人格，写下来哦，叫我不好你好，属于讨好型人格。他经常会自我贬低，他觉得讨好别人就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但实际上所有人写下来一句话叫做我不好你好，是假象。如果我不好，我认为你好，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认为我好。我不能用我不好的付出来讨好你，获得你对我好的本质，因为我是元件，你是复印件。这个世界上的关系真相只有一个，我与我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与父母的关系，就是我与其他的人际关系，就是我和世界关系的投射。所以讨好型的人终其一生都会被别人认为是烂好人，还不被珍惜，甚至还会特意欺负。所以希望你们今天认识得到，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人格，对吧？写下一句话，真改真改真改，变成什么呢？就是我好我也好，明白意思吗？不要只觉得别人好，羡慕别人，不要只觉得别人才是光，自己是黑暗，需要别人拉一把。不是的，你先得找出来，你才是你生命里面的创造者。所有人写下一句话，我才是我生命的创造者。我是可以改命的，我是可以改运的，我是可以要不断强调、不断自我确认、刻意练习的东西，不是讨好别人，而是肯定自己。这句话写下来非常重要。就我人生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要肯定自己。因为你讨好别人，其实你容易看到别人好，你知道吗？但是你要知道，你只有肯定自己，你才可能自己变得好。你不可能通过外因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你真的好。
那最多叫做交换。但是其实别人并不会很认可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相信你的讨好是真心的，他会看到虚伪的那一面，他会看得到你讨好背后的那个动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心理学的地位啊，心理地位，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哪一种。来，是觉得自己不好别人好的，对吧？然后经常自己内在感觉到匮乏，但是感觉别人无比的有力量的，来，是这种的，来在评论区里面打一个是。因为接下来老师今天晚上的直播就是帮大家找到因，但是我们去改变因以后产生正确的果的，好不好？是吧？是没有关系，因为我比这个在我的原生态家庭的时候，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比这个境地还更糟糕。我是下面另外一种更糟糕的心理地位，但是我可以改变，并且因为我走过了4个心理地位里面的最高地位，我一步一步的从4个地位里面不断的转变，然后我觉得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所以我知道怎么能够帮助到大家变得更好。好，来第二个心理地位是我好你不好，写下一句话叫做我好你不好，对吧？就是我过得不好是我伴侣的错，然后我这个孩子没有教育好，跟我没有关系，是我孩子不听话啊，我跟父母的关系之间有隔阂，是父母小的时候对我不好，所以给我造成的原胎的晒伤。我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还尊重他们，还孝顺他们。他的所有的投射就是我好你不好。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叫我好你不好。他们的投射就是归咎于外因，写下来，叫我好你不好的人的人格是归咎于外因。有一句潜台词叫做都是你的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并且有一个括号，跟我无关，我是对的。好，是这种人格的请挥手。雅玉老师在没有学习之前，我就经常会出现这种人格，你知道吗？我经常出现这种人格，就是我们其实会在4种的心理地位的人格里面是都有穿梭的，但是一定会有一种是成为你的主人格。但是我归咎于外因在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我没有学两性关系之前，我的是我好你不好，是我先生的错，那个在我没有学习之前。当我学了两性关系以后，我就知道了，哦，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的答案。我在没有学亲子教育之前呢，我的认知就是我好，我孩子不听话，这孩子怎么这样呢？对吧？我就觉得是孩子的问题，甚至是别人把我孩子带坏了，对吧？我还是这种人格。但是我学了亲子关系以后，我就懂了，哦，不是这样子的。原来我又会回到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来，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找内因，不是责怪自己，不是否定自己而是增改自己。来，写下一句话，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指的是增改自己而不否认自己。就很多人他其实是很自卑的，然后他想到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就把贪嗔痴慢疑想起来，对吧？实际上那个是小我在作怪，我们每个人的高我都是觉性的我，都是无我利他的我，也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我。我是想告诉大家一句话，你们感觉到杨老师好的，其实都是你身上的本来面目。那大家此时此刻再集体做一件事，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好不好？然后再打出来，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北京时间是晚上几点整，然后现在是现场直播，以及把日期也打在评论区里面。好，我们继续啊。那么第三种人格出现了。在第3种人格出现之前，我问大家一句话，有哪些人是我好你不好？这种人普遍的方式其实就是强势跟控制。包括我以前在没有学管理的时候啊，没有学经营的时候啊，就是我的团队做事情不如我的时候，我典型的感觉就是我好，你们不好，又没有梦想，对吧？又不上进，有时候还笨，就都是团队的问题。所以用一句话说，学了以后以及知道怎么才能把一个职业经理人做起来。一个职业经理人最应该做的其实是给团队信心以及相信他们能。你说你带着一群你不相信的人，你到底是他们傻还是你傻？
所以用一句话说，有时候啊，人呢就是被我们自己把智慧搞没了，蠢的。那我们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真改。所以我想问一下，有谁是刚刚说的第二种人格的？他喜欢批判指责，他喜欢找别人的问题，然后他喜欢就是控制的、强势的，这种就很典型的就是我好你不好的，往外归因都是你的错。所以你们今天如果带着问我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东西，就跟你没关，都是别人的错造成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来，有谁是这样子的？然后打在评论区里面，让我看一下。因为这个人格我其实是占据很长时间的，就是我本人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等会儿会告诉大家我们的人格是怎么形成的啊，然后我们如何在这种形成的过程当中，真的去转念以后，还能去真改，还能去真践行，还能活成最好的人格。当我们能活成最好的人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我们的命理上改了运，运改了，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啊。好了，第三种是最糟糕的。这种第三种，我记得在我的原生太初，就我自己，我的小时候，我的童年，我没有出来社会之前，我挺典型的，就是这种人格其实占据的主导因素会更多啊。第三种是写下来一句话，叫做我不好，你也不好，我不好，你也不好。他是典型的受害者人格。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人格的形成呢？就是有爹妈生没爹妈养，所以在他整个的人生构造观里面，就是我是被抛弃的，或者是我是不被重要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一种我被抛弃了，我不重要，那就证明抛弃我的人或者是外界对我的人怎么样？他们糟不糟糕？他们很糟糕，他们没有爱，对吧？我或者爹妈生了我，但是没有养我，所以他们很没有爱。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因为他感知到我肯定不够好，他们才会抛弃我，或者他们不够养我，或者是他们才不够那么陪伴我，或者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所以他就会形成一种内在人格，就是我也是糟糕的，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叫做我不好，你也不好。我不好，因为你们放弃了我；我不好是因为你们觉得我不重要，你们不满足我的需求，这是我不好。还有你们既然这样不满足我的需求，也生了我不够养我，也不够负责任，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好。任何人动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你是为了我好，而是你看不起我，而是你针对我，而是你怎么样？他们很容易愤怒，进入到受害者角色。他的人格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来，我想问一下，谁是属于这种人格的？在评论区里面回复一个我是，好吗？我看一下，我印象当中，我应该在10岁以前吧。就在我的世界观里面，我除了100%认可我奶奶，以及认可我父亲其实是爱我的这层关系以外，其实我对我身边的其他关系，包含亲戚关系，就虽然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乖孩子，我可能没有起嗔恨心，没有针对，也没有不孝顺，可能只是不够懂事，然后被奶奶有点娇生惯养，但是其实我的内在人格确实是，我觉得我不好，自卑嘛。然后另外一种人格就是你不好，就是我98%以上的人际关系，包含我的老师、我的同学，还有我除了我奶奶和我爸爸以外的所有的亲戚，在我的世界观里面，他们都是不好的，对吧？他们可能会，我觉得他们更偏向自己的儿女们。然后我的同学们有一些嘲笑我，还有老师可能也不是对我太上心，其实是我成绩也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就会把这些东西不从自己身上找，不完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就会觉得你们的错，你们不好，所以我就是属于这种人格。所以你看杨老师经历了什么人格？我经历了最坏的叫我不好，你也不好，我后面又经历到了我不好，你好。这种是针对于我的爸爸、我的奶奶。我爸爸虽然从小到大没陪我在一起，但是我能感觉到我爸爸对我爱的连接是没有断的。我能感觉到这个男人是深爱我的，所以我的世界观还会是：爸爸虽然我不好，但是我觉得你好；奶奶我觉得虽然我不好，但是我觉得你对我好，所以你是好的。所以你看，因为有2个对我人生里面生命意义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不幸的人要用一生去疗愈童年，而这个童年幸福的人可以用用童年去疗愈一生。
它真的就是有区别的。所以我真实的去介入过。那再到后面的时候，是什么进入到了我好你不好呢？就是出来到社会以后，我开始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家族里面，我会孝顺啊，他们给我的价值观就是，你赚的钱都给父母了，你这样怎么办？你要成家的呀，你有孩子的呀，你不用管的嘛。我不考虑那些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此生是要回报父母、回报奶奶的，他们养育了我，他们生育了我，他们对我而言，用一句话说，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贵的。哇，我现场直播还能做到口型对不上啊！哦，明白。好，那我们继续好不好？来，所有的人，此时此刻我们点赞走一下，转发走一下，然后我们把现场直播打出来，还有我们的点赞不要停，转发不要停，好不好？我们继续啊。来，第四个人格是我们所有人要修成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来，第4个人格写出来，叫做我好你好，这才是健康的态度。我觉得我先生，我跟着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当我最近又在补心理学的功课，因为我心理学吧以前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学到心灵学了。我觉得心理学呢，它可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它不能完全去解决怎么做，以及修到最高境界，走到那个觉醒的过程。所以呢，在有一个时间段里面，到后面我修的更多的，其实我就是在身心灵上啊，在道上啊，有一些包含我们国学的传统文化的有一些深入的本质上，我可能会学得更多，习得更多。但是我突然发现啊，就是最近在学一些心理学的时候，确实有必要把为什么搞懂，以及知道自己转变的过程，以及如何更好的去做得到，也能把别人做得到。所以听到此时此刻，你觉得雅玉兰老师今天晚上直播对你的人生非常有帮助的，可以打一个非常有帮助，好不好？然后老师教大家我们如何从这个心理地位的4种类型都变成最好的类型，我们如何具体的转念，具体的去实施，具体的去做到，好吗？好，那么我好你好是属于健康的心态。他们这种人，如果说先天的人格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呢，他们在父母身上得到了足够的爱，并且他们遇到其他的人事物的时候，他不够那么玻璃心，不够那么敏感，他很自信，对吧？他觉得很多人给到自己的提醒，他不会是嗔恨心，他会觉得是善意的帮助，他能够用正确的看法来看待一切事情的发生。当然每一个人格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只是一定会有一个主导，但是在后面的话，你到底用哪个作为你主导的人生，其实就是看你修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那我们接下来讲一句话，这4种心理地位的类型里面，其实它有4种的应对姿态。哪4种应对姿态呢？来写下来，第一种就是指责抱怨，对吧？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所以他就会指责抱怨，甚至会起嗔恨心。第2种呢，就是我不好，但是我觉得你好，他就容易讨好，这种人非常容易失去自我。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超理智的，他凡事都只讲道理，但是他根本没搞明白一个真相。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写出来，然后以及记在你的笔记本上，这句话非常重要，叫做道理解决不了情感的问题。道理解决不了情感的问题，道理容易失去自己和别人的感觉，他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你的超理智像冰一样，你像个讲道理的机器，你没有感情，我们无法和这种人相处。好，那么第4种还有一种人，就是我很明显就属于第4种啊，就是在我的世界观，我不了解心理地位的类型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它是什么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就属于第4种。我讲话特别容易打岔，就别人讲话我很容易打岔，然后我也很容易对于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来自嘲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自嘲自己呢？就是我觉得我都自嘲过自己了，你就不要说我了，你说的东西就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了。就像我演讲的时候，你们听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哇，杨老师也变成了重量级的人物，我从小 S 变成了大 S， 我讲的是体重，对吧？那意思就是你们不要说我胖了，你们说我胖没用，我自己都承认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经常说一句话，像我这种人，把我放到大街上，回头率都没有一个，但是因为我作为一个2000的情感导师，我做了那么多对大家有益的事情，所以你们比较尊重我，你们还会夸奖雅玉兰老师好漂亮。到底雅玉兰老师好漂亮，漂亮的是我的长相呢，
还是对吧？我的这个身份和我的这个可爱的人格，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实我就是告诉大家一句话：就在你的世界观里面，你认为我丑也好，漂亮也好，对吧？我感谢那些会说话的人。但是即使你认为我丑，这就是我开玩笑。我记得我有一次现场课程，有人给周文强老师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找你太太？你太太长得那么不好看。”然后还留言，周先生还拿着这个留言来问我，他说：“老婆，你看粉丝留了这样的言，你怎么看？”我说：“你就回你的粉丝，你眼瞎呀？”就我先生说一句话：“你作为老师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说：“他都说我丑了，我还不能这么说话吗？”就是很好玩，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会自嘲。其实自嘲的人，他内在有一个声音，就是我要把你找我所有的问题，我自己先说一遍，这样你找我的时候，我坦坦荡荡。所以，第一种刚刚讲的是指责抱怨，第二种讲的是讨好，第三种讲的是超理智讲道理，第四种讲的这种人是容易打岔的。来，写下来一句话，所有人写下一句话。这4种的应对姿态都是错误的，就是抱怨指责的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最大的负能量。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我们这个转发到朋友圈，帮助最好的10个朋友。然后我们的直播还剩下1个小时啊。然后如果你们要参加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的，那比杨云老师今天晚上分享的内容要精彩100倍的，以及更加完整版的，就夫妻关系啊、亲子教育啊、家庭关系啊，以及如何让大家活出全新的人生啊。还有我们这一次幸福人生的现场课呢，我们的周文强老师也会过来分享。还有我们会有传统文化的老师给大家去，让大家认知得到，就是人生应该怎么正确的修啊。杨云老师也会给大家去做分享，还会去做疗愈，帮助大家全方位的解决所有关系上的卡点，让你们迎来幸福人生。好。那么来写下一句话，这4种应对方式都是错的，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叫做这4种应对方式都是错的。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把实时直播打出来，好不好？那么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正确的，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格，我怎么样的处理关系，我应该如何正确的沟通，正确的相处，正确的应对我生命当中所有的关系网呢？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就只有这种方式是正确的正确的正确的应对姿态叫做一致性表达、一致性沟通、一致性表达、一致性沟通。就你的是。对吧？你不能是抱怨指责的吧？你抱怨指责的，别人觉得你负能量，想离你远一点，并且你把人家拉到了对立面。你也不能是讨好的吧？你们讨好的时候本身关系就不对等，你很容易成为牺牲者，因为成为牺牲者就一定会成为抱怨者，甚至到后天施暴者，因为不平衡打破了平衡关系嘛。那后面超理智的人那就不用说了，你都活得像机器一样，像冰一样的，谁愿意靠近机器跟冰呢？谁会去物化你呢？谁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用讲道理的方式去解决关系呢？那不可能，他处理不好，你晓得吧？所以这样就会很受挫。那还有打岔，那谁喜欢被别人打岔呢？对不对？所以用一句话说，这种方式都不健康。那怎么去健康的表达呢？写下来叫一致性表达、一致性沟通。你们非常棒啊！感谢我们的所有家人。来，我们继续啊。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刚刚我们是讲了不健康的4种应对姿态，但是你们想听真相吗？来，想听真相吗？我想问大家一句话，你是指责的还是抱怨的？还是你是讨好的？还是你是超理智的？还是你是会打岔的？来，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啊，就是这4种皆为我，就这4种方式我都是有的，我们得承认。如果我们不承认，光说是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的关系就处理不好。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当有人回归我们是这种关系的存在的时候，就代表着我在某些我自己不觉察到的地方，我也有这种存在。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啊，什么叫做网？什么叫做源头？就是我所有别人对待我的方式，证明我身上都有，不然我不会看得到的。很多人说杨老师你都修到这个地步了，你没有抱怨吗？有啊，有时候有啊，只是转念快呀，
对吧？很多人说一句话，要是你讲夫妻关系了，你是不是夫妻关系就恩爱如初，好的要死啊？大部分的时候好的要死，但是也会有来情绪的时候，对吧？那也需要转念呢，也需要过渡啊，不然也会觉得自己掉入了地狱啊，它一样的呀。那你说，那学习跟不学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不学习之前就觉得自己介入了地狱，就觉得一切都是别人造成的。学习以后就会增改自己，发现增改自己以后，原来外面的那些问题并不像我自己所认为的、所认知的、所以为的那么绝对性的存在，它是我可以转念的，它是我可以过好的。所以又一句话说，我们常常陷入了一种觉察，觉察什么呢？我们天天在觉察别人，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察自己。而我想告诉大家的真相就是，我们要做得到觉察自己。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觉察自己是对的，觉察别人也是为了更好的觉察自己如何与人相处，而不是指责别人、挑剔别人。就觉察别人最大的好处是让我知道怎么正确的跟他相处，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我就不会跟他计较。我给大家讲一句非常觉醒的话哦。就我以前遇到婆媳问题的时候，就我很困惑，我婆婆是一个啥事都会愿意给我去做的人，但是有些做了的事情呢，她就会产生抱怨的人。她不是对我会产生有一些事情不认可的抱怨，她对所有人都是。但是你要问我她是不是一个好婆婆，我觉得她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婆婆。但是我以前就会觉得不舒服，我就会觉得有些事情你不用做。我给大家打一个最简单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我们刚那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我妹妹啊姐姐啊都住过我们家。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堂妹洗完澡以后，她的衣服啊裤子有时候就会不洗，那可能内裤也没洗，就丢在洗手间了。然后丢在洗手间了吧，我婆婆这种人她就见不得，她就老好人，你知道吗？她就非常善良，她就帮我堂妹洗了。但是洗了以后她又很辛苦，她又很抱怨我堂妹天天不洗衣服。但是在我的世界观就是，妈，你把她的衣服放在那，你不用搭理她，她没有衣服放的，她一定会洗的。就我妈从不听我的，天天帮她洗，天天抱怨她不洗衣服，你知道不？而我妈的这种人生呢，我婆婆这种人生呢，不但是涉及到我堂妹住在我家没洗衣服，我妈会去做，也会涉及到我们家后面请了阿姨啊，或者是有什么很多的事情啊。就我婆婆虽然做的一些活少了，但是如果她真要怼什么劲的时候，她一定要去做。就打个对比方，我们家到吃饭的时间，我婆婆就要去忙厨房的事，经常是这样子的。就你说厨房的事情是需要她忙的，她不需要，其实完全不需要，但是她就要去忙。然后你说阿姨会打扫的，她有时候要怼一句阿姨打扫不干净，对吧？就这种人生其实让她过得很累。但是你问我说杨老师你会不会这么累？我不会的，我是但凡别人能做的事情我普遍都不做的。我觉得有时候我的幸福是我懒出来的，因为我不想做，所以我就夸别人做的比我好。来，所有人记住这句之后啊，非常重要。我们说一下当下的北京时间，我们也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我们加入粉丝团，还有我们一定要转发给更多的人。那你知道，但是我婆婆这个问题有时候困扰到我，因为她也会怼到我的一些生活习性上啊。比如说我什么事情她帮我去做了，但是她又抱怨我，然后又投诉我，甚至又说我坏话，那我就会觉得你不用帮我做那个事情啊，我并不需要你做啊，更何况那件事情不用你做，本身就有一些事情有阿姨做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对吧？你知道吗？我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会痛苦。我在没有学习、没有修行之前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把我婆婆的我认为的这个问题啊，告诉了我先生。你知道我先生多开心吗？我先生跟我说一句话：老婆，你怎么知道？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我先生继续补充了一句话：她就是这样的人，你跟她计较什么呢？你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她不成长，不是你成长的吗？你看是在某种节点上他没有向着我，但是当我先生很开心的跟我说他妈妈就是这样会做事会抱怨的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和我先生的观不一样。我先生对他妈妈是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的，哪怕那个妈妈是抱怨的，是指责的，
甚至是负能量的，她是理解的，并且尊重的，她觉得妈妈就是这样的，但是妈妈不管怎么样，我都无条件的爱她。而我觉得在那一刻的时候，其实我对婆婆是有评判的。来，所有的人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你对谁有评判的标签，不是那个人不好，但是起码你无法过好，因为你用这个评判阻碍了你跟这个好的关系的理解和进入到无条件爱的相处，这个非常重要。就如果你理解不到这层本意哦，你就很受伤，你就会觉得你是我婆婆，你不是我妈，对吧？我不用受你的。你看我们大多数的婆媳关系矛盾点是怎么来的？对，有人说太爱我了，我也太爱你们了，谢谢你们。对，谢谢大家，真的是此时此刻是杨玉娜老师本人在现场直播，然后感谢所有的家人，好不好？那我们继续啊。那我觉得，当我先生把我妈就是这样的人，而我觉得我理解并接纳以及无条件的爱我婆婆就是这样的人，你们知道吗？痛苦瞬间消失，甚至我会觉得我婆婆好可爱呀。就即使在你看啊，我婆婆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她抱怨，这是一句负能量的话，对不对？这就是屡战屡败，它是负能量的，你们能理解意思吗？所以说有时候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这是事情本身嘛，让你痛苦的是你的看法。那接下来如何转念呢？我婆婆虽然抱怨负能量，但是我婆婆经常会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会做一些有爱的事情，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甚至更加爱我的事情。你看它是同样的事情，你只是放了先后顺序，因为所以你发现了没有？你的认知就转念了，你就开始过得幸福啦，你的人生就开始起飞了，你就可以活得嘚瑟了。妈呀，你们理解到这个高度了吗？再打个比方，一个人屡战屡败，对吧？报告朝廷，报告皇上的时候是要被杀头的，那怎么办呢？有个人就给他写出来了，我虽然每一次打仗都失败，但是为了我的国家，我依然要去战斗，我相信即使我战死沙场，我也要为国争光。哇，你看这个词改成了什么？屡败，但是我依然要屡战。你发现没有？同样的事情放的看法跟认知，幸福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所有的人写下来5个字，对，你们打的对，就叫做转念就幸福，转念就幸福，转念就幸福。所以让我们过得美好的并不是我们的境遇，并不是事情，并不是人生，让我们活得美好的是新的认知，新的觉察，新的觉醒。所以如果你给某人贴了不好的标签，你就不幸福；如果你给某人贴的是正向的标签，你就很幸福。而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全世界的某人都有正向标签，请贴正向标签。比如说很多人说，老师，我助理做事情很慢呢，对吧？我助理做事情很细致啊，很认真啊，换嘛，你换嘛，换嘛，来写下一句话。就这个世界上其实最应该催眠的永远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转念就是幸福，好不好？我们继续啊。所以我们说要一致性表达，一致性沟通吗？那怎么才能进行有效的一致性的沟通呢？所有人写下来，表述事实。你看啊，表述事实，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先生描述的事情跟我同样描述的事情，为什么他很幸福，他很觉醒，而我还活在那种给别人贴标签不被认可里面？是因为那是我先生的妈，不是我的妈妈，不是的，是因为我俩的一致性沟通的方式不一样。先还原事实。你看我还原事实的时候，就是我婆婆是一个抱怨的人，我婆婆喜欢就是去做很多善良好的事情，但是做完以后她要抱怨，这是我描述的事实，对吗？那我的感受就是你可以不做，但是请你不要抱怨，因为没有人喜欢听负能量，这就是我的感受。所以
我在表达感受。那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需求就是我希望我婆婆不要抱怨了。好，如果我的需求是我婆婆不要抱怨了，我想问一下，甚至我觉得我婆婆可以不用做那些事，但是最少无论如何都不要抱怨，不管你做与不做，我觉得不做我也是认可的，甚至我觉得你本来就不应该做，但是你抱怨我接受不了。所以你看啊，我的需求，但是我的这个需求是对我的还是对他人的？来写下一句话：但凡我的需求是对他人的，我就很容易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内在力量、内在觉醒以及把问题的答案推给了别人，我在外求，我在找外因。你们拿我的这个案例去延伸所有的夫妻关系、亲子教育、职场关系，以及你人生经验里面所有困扰你的负面问题，你会发现它是通的，你明白意思吗？但是我就会想，有了想法了，表达完需求以后，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想法就是婆婆能不能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你觉得这是一致性沟通吗？不，来写下一句话：杨老师的一致性沟通是自己的妄想，这个是建立在别人改变他幸福的前提下，所以这叫妄想，这叫臆想，这叫胡思乱想，这叫做猴子捞月，你晓得吧？但是来，我们再来看看周老师的一致性沟通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她同时，当然她抱怨就是她的属性，因为她没有读过书，对吧？所以她可能并不知道怎么样积极正能量，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感受呢？她的感受就是，我的妈妈是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还是抱怨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我都无条件的爱她。那她的需求呢？她的需求就是，我对我的长辈没有要求，我妈开心我就开心，甚至让我付出多一点都 OK， 这是我先生的需求。那他的想法呢？他的想法就是孝顺父母，又孝又顺。所以又有一句话说，爸爸妈妈没有错，如果有了问题我来解决。你看，所以的人打个括号，叫做这才是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把问题跟人分开了，你晓得吧？他没有因为这些问题就对他妈妈贴不好的人设标签，或者是他妈妈即使被我贴了不好的人设标签，他的认知是我妈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也不责怪我，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我先生容易幸福？他会在这种方式下活成绝对幸福。他不是说对他妈是这样，就有一些事情我在以前没有觉醒之前的时候，我会跟我父母有一些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会有语言冲突的时候，我先生跟人没有冲突。所以我要送给大家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如果你搞明白了，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会有多牛哦。这句话你们写下一句话，你可以不用跟每个人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你可以不用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但是请你不要得罪任何一个人。而我的方式讲对错，讲自己的感受和自己认为的想出来的事实，用标签的方式去定义人家的时候，我会容易得罪人。所以我其实就是那个在语言沟通里面也很容易出现问题的。以前我先生说我特别不爱听，但是我最近自己在学习，我承认这个事实啊。我觉得承认完以后我就真改好了。就我确实有时候就是刀子嘴，你晓得吧？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虽然刀子嘴，但你豆腐心。记住，你即使豆腐心，你刀子嘴了就是刀子嘴了，你刀子嘴就是会伤人。那怎么办呢？所有人写下来4个字。这个世界上所有解决问题的答案都来源于这4个字：真改自己，真改自己。对，会说我也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吧？好的，对，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啊。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然后我们帮助更多的家人。我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也就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课程。然后有些人又把问题抛过来了我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好不好？然后来，我把刚刚的这一段第2章的重点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生命即关系，我与父母的关系就是我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就是我的财富关系和我的婚姻以及人际关系。我与父亲的关系是我的事业关系，是我的财富关系。我与母亲的关系是我的人际关系和我的婚姻关系。所以无条件的对父母好，孝顺父母，供养父母，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然后所有看似父母关系，其实内在有一个更大的关系，就是我与自己关系的投影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爱自己，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嘉奖自己，成长自己，精进自己，增改自己，才是更好的爱自己，好不好？然后任何关系的处理，先了解为什么，再了解如何做，再监督跟进践行做到的过程和结果。然后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的心理地位有4个类型。第一个是我不好你好，对吧？自我贬低，我都这样了，我还能干什么呢？讨好别人。第二个是我好你不好，往外归因，强势，干啥都是别人的错。第三个呢是我不好你也不好，他是属于受害者倾向，就觉得自己所有人生的境遇，自卑也好什么也好，也是别人造成的，然后会活在受害者的倾向里面。第4种是我好你好，然后这才是健康的态度。所以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向我好和你好。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讲到我们在这种关系里面的几种应对方式，有4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指责抱怨，第二种是讨好，第3种呢是超理智，第4种呢是打岔。而这4种人格呢，其实都是属于不健康的人格，并且这4种人格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我们正确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正确的沟通方式是一致性的表达和一致性的沟通。刚刚杨玉兰老师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真实的案例，我和婆婆的关系以及事情。而我认为的一致性表达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我对外界有评判、有批判、有要求、有索取、有希望别人改了以后我才会更幸福的这种方式去改变投影源。而周文强老师他无条件的接纳和内省，然后这种你就发现就是等级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学习了以后，我就可以变成也一样。那我现在你再问我看婆婆是不是会很好？不是的，就是说，不给贴标签，不给贴标签，就是有些东西她可能做的一些事情你也不是完全的认同，但是你起码会理解，就你不认同，你也不支持她的做法。但是你不会上升到矛盾，不会上升到给人家贴负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然后，那么，一致性的沟通分为4个步骤，来，第一个描述事实，第二个表达感受，第3个提出需求，第4个讲出具体的实施想法，能理解了哦。然后这里要送给大家一句话，非常重要，所以得写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哦。叫做事实带来解读，解读带来感受。很多人经常说我的感受，对吧？你的感受，每一个人对事实的还原是不一样的。屡战屡败，你就觉得他是个弱者；屡败屡战，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那到底是什么给这个事实贴了这种解读？是你的认知。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高维的认知，不把所有东西给别人去贴标签，要学会把问题和人分开，明白意思啊？所以事实带来解读，解读带来感受，不给他人贴标签，然后学会把问题和人给分开。好了，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所有人一定要打在评论区里面。这个就是讲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如何正确的做父母啊。他这句话其实跟亲子关系非常有关系的。就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幸福一生，这句话对于你而言很重要。叫小的时候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为什么我们不要打骂孩子呢？为什么不要吼叫孩子呢？因为你会发现他会延续父母对待他的方式，他很容易直接就传承到了，你知道吗？都不用教。为啥？因为身教大于言教。所以这句话写下来，叫小的时候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长大了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就当你了解了这个因果，你就不会去做那么多对孩子不合时宜的事情。这句话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在我们原生态有过的伤里面，这句话是为了让我们正确的做正确的智慧父母。所以这句话我是跟成年的你讲的。那如果你说老师，我小时候我父母就这么对我的，所以我现在成了施暴者，那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我能送你的就是转念。
真改。因为如果你不真改，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就是成年巨婴，就是你年龄成年了，但是你的人格没有成年。就像我说的那4种心理地位一样的，我知道你肯定，对吧？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对吧？那4种这个应对姿态，但是你都要变成更好的呀。就像我们的应对姿态都要变成一致性的表达、一致性的沟通啊。那我们的4种人格里面的心理位置，我们都要变成我好你也好啊，对吧？这是我们找到自己在哪里，就是我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我更清楚知道的我要去到哪里。所以为什么开篇我就应该跟你讲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应该如何过好我的一生啊，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对吧？这个非常重要哦。然后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解决问题啊。刚刚的问题在哪呀？不是拿给我了吗？我记得哦，看到了，看了。哦，有些人问了，来再给大家直播答疑解惑一下。如果你们有问题呢，放在评论区里面，助理等会儿会登记下来啊。他们有一些人说听不到声音，如果听不到声音的话，你们就退出去重进就好了，好吧？然后我们直播继续，精彩继续，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来说的问题是线下课4天多少钱？我们的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你看不能写这么名字啊，记得笔记里面。你们不让我提，你们自己写这样的问题，我给你们念出来不一样吗？现场课程的话，我们是会播的2800的合伙人是免费参加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的，或者是你购买过我们11堂导师密训课或者内部核心密训释放课，你同时购买了会赠送财道跟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你们找到服务老师咨询就好了，好吗？然后让我们万松小哥哥分享为什么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课程。周文强老师、杨老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智慧的分享？然后还有第2个问题，有些人问我说，老师怎么找到同频的老婆一起去上周老师和杨老师的课？我觉得你们直接来课程现场找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来课程现场的他就已经是同频了的，他起码已经是认可了我们才那个啥的，对吧？如果你的老婆已经找到了，你觉得怎么样能够来上我们的课程？那我觉得非常重要，写下一句话就是，当你上的课程真改了，变得更好了，你一定会影响他可以来上课程的。但是当你没有改，就相当于你没有变好，你拼命跟人家说这个东西好，人家不相信，甚至你开始发的东西都变成对立面了，就类似于一句话，你爱学习，你老婆不爱学习，结果你就发一个，对吧？这个夫妻俩不同修的，这个老公爱学习，老婆不爱学习的，就是不匹配的，对不对？你发给他，他这断章取义，你的伴侣就会起嗔恨心，对吧？就像你想让你老婆来，你的学了我的课以后，对你老婆更好了，你理解了亏妻百财不入，宠妻万财皆来呀，你懂得了要给老婆买礼物啊，你懂得了女人的情感需求是陪伴、呵护、倾听、浪漫、忠诚、安全感，对不对？尊重，对吧？你知道了这些东西，那他肯定愿意来呀，因为他觉得你变得更好了，他也愿意为了你改变。但是你来的目的，你让他来就是为了挑剔他，让他学了以后对你更好。还是那句话，所有人写下一句话：起心动念皆是因，起心动念才是因。就你的伴侣来不来，有时候跟你让他来不来的目的有关。如果你让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了以后对你更好，他不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让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人生过得更美好，他其实不会那么反感的来的。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不要用胡萝卜去钓鱼。这个广平镇的一小茶说的对，叫做要用鱼去喂猫，而不是要用萝卜去钓鱼，非常棒啊！好，继续。他说老师，我想出去工作，怎么能够把父母安排好呢？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是你需要做的，怎么能把父母安排好呢？就取决于你当下要的是什么。有些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其实还有下半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远游的话，对吧？你一定要有出息，能够关中耀祖，你要有更大的决心，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不要钻牛角尖，对吧？还有另外一点，你父母如果不是那个啥的话，你要知道他们，我讲的不是说不能照顾自己，你应该知道，就是我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
亲子关系是一趟注定分离的旅程。就什么叫注定分离的旅程呢？很多人说啊，杨老师你很孝顺，赵老师也很孝顺，你们有时候经常会跟父母住在一起，就像我跟我公公婆婆他们就是住在一起的，我父母有时候也经常回来。但是你看到的是当下的果呀。那当年我们出来打工的时候，那我们没有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我们是出来自己开始奋斗的。我们奋斗以后拼尽全力呀，拿到结果呀，然后孝顺父母呀，那再到后面能够把父母接过来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为了那个所谓的只是执着于那个结果，忘记了那个必须要走的过程。就像很多人说，老师我结婚会吵架，所以我不结婚。结婚会吵架，但是吵了架也可以把婚姻过得更好。就像我们说婚姻里面有4个阶段，对吧？从绚丽期，再到这个幻灭期，再到内省期，再到启示期。你会发现其实所有遇到的痛苦，甚至在婚姻里面受过的折磨，如果用后天的人生来看，其实你过得更好。你不要觉得我害怕受伤，所以我就不结婚，这个思想不对，你知道吗？很多人被别人认为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觉得那个啥了，不是的，你知道吧？就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指的是那些没有学习过的人，学习过以后，你就可以把婚姻进入到比绚丽期还好的启示。那是一种生命的觉醒，那不是说恋爱的荷尔蒙的激情能够比得了的。如果你问我说，杨老师，今天你跟就是16岁、18岁，我喜欢的是我的青春，是我的年龄，而今天我喜欢的是我的智慧，是我的人生成长。就是有些东西，你不要去为了遗憾错失的东西，然后就没有活在当下，没必要。明白？还有人说怎么解决父母催婚？那你就不要在父母面前很反感呐，父母跟你说啥你就说是，对。然后我现在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恋爱的对象，我感觉还不错，我人生要挑得准一点，但是我觉得要考核的那个啥一点。还有另外一点，父母催婚归催婚嘛，对不对？你听嘛，你又不反驳。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让你痛苦的并不是父母的催婚，而是你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信心，那个才是你恐惧的来源，因为你害怕，你抗拒。表面上是父母催婚，实际上是你对婚姻有恐惧。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打个比方，我20岁我就谈恋爱了，如果父母催婚，我20岁、21岁就要结婚，我不会难过的，我会无比强大的。甚至用一句话说，通过我高情商的沟通，我父母我不可能搞不定。因为父母有时候催婚，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安全感，他要的是你在年纪适中的阶段找到了一个好的对象，他们可以安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所有人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实时直播北京时间打在评论区里面，好不好？好，来继续然后有人问我说，老师我怎么样能够把2个孩子带好，还能把工作做好，不问老公要钱？因为之前因为带孩子把工作黄了。非常简单，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为什么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非常重要啊，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只要作为女性你有女儿的，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女性的，或者你家里有老婆的，有一本书真的是必看的，这本书叫做《人生有我》。这本书是埃隆·马斯克的妈妈的人物自传，就是你会发现他经历过9年的家暴，他带着3个孩子没有钱，他出去走秀或者说营养学博士，他有时候都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非常经济独立的女性，以及培养出来无数非常牛逼的人生。人生有我是那个鱿鱼的鱿不是那个海鲜的鱿鱼是那个动词的怎么说呢？身不由己的由，自由的由，对，人生有我是这个就这本书我觉得对，你们可以给我一下，不是为了让大家买书你们把书名记下来，如果有的话你就顺便买一下，没有的话无所谓这本书人生有我，就这本书我觉得它让任何女人有动力、有梦想、有信心、有自信。它不但让你活出一个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自己，它还告诉你他的孩子的正确教养方式，
以及他遇到他孩子里面的有一些自主选择跟他的发生人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决策的，甚至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他经历了那么不好的渣男，经历了9年家暴，但是他是如何有勇气的。就这么说一句话，你看完《人生有我》，你就会觉得埃隆·马斯克不稀奇了。多少钱一本？在哪里买？哪里都能买得到，全网好吗？好不好？我不是给大家推销书的，只是刚好这个问题卡住了。我觉得这本书解决非常好的问题。就当你内在有了信心，有了榜样，有了偶像，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你为了孩子，也不是为了老公，而是你渴望去做的时候，所有人写下一句话：当你渴望工作的时候，工作就是光；当你想工作的时候，工作就是爱。当你又想工作，又渴望工作，又极致的去真正做，把工作做好的时候，它就是事业，它就是成就。很简单。那些但凡不想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依附型的人格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在我们现在的孩子的教育里面有一种教育叫蒙特利梭的教育。然后呢，这种教育讲到的就是帮孩子发展天赋啊、爱好啊，你知道吗？他们在里面的教育方式，孩子有一些从1岁啊，甚至几个月就送到托儿所嘛，就一起玩嘛。这些老师们呢，会不断的去碰撞，找到孩子们的天赋。在他们里面没有学习的说法，他们的概念就是孩子拼积木，孩子画画，孩子做音乐，孩子玩任何的一切东西，他们也用的不是玩。他们说的词，你今天有2个小时的工作，你这2个小时的工作呢是拼好你的积木，请你去工作吧，对吧？你今天可以画2个小时的画，你有2个小时的工作，请把你的画画完。就是你看我们很多的人格觉得工作是不得不做的，而在激发孩子的热爱的时候，在天赋的时候，工作就是热爱，工作就是游戏，工作就是玩具。它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吗？所以我送给所有的家人一句话，就是你应该问清楚你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工作是自己的人生价值，跟其他人无关。还有很多人好牛逼，说我是数字人在直播，你咋这么牛逼呢？你来给我数字一下。我还看到你这条评论呢，你是不是小黑魂？你跟我实说。那数字人的嘴型能对得这么好吗？能这么生动吗？能这么哇哇哇吗？对吧？都要多注意啊！啊妈呀，我是拯救了地球啊！继续啊，还有人问我说，老师，没有父亲，父亲已经去世了，怎么链接能够提升安全感呢？来，所有人写下一句话。如果还有一些人确实是因为失去了父亲呢，我想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连接父亲的爱是指心里的父亲。就是当你把心里的父亲给连接起来的时候，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你发自内心的去感受到那份爱的连接，你爱你父亲，你父亲也爱你的时候，你感受到那份爱的存在，你能想象到任何一件，就是你童年时代或者是在你父亲过世之前一件让你美好的事情，哪怕全世界发生的10000件事，有9999件都让你感觉到不好的，你就想起那一件好的，你就去。或者是如果实在没有，你就想象一件美好的事情，你想象你父亲会这么做，你会想象你有一些事情你会对父亲这么做，就是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所以这就链接上了啊。它其实我再送给大家一句话，链接不分时间跟空间，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是在世的时候，我们真正是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去践行得到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然后还有人说，老师，我老公总觉得我不如他，小瞧我，我们一起创业的，但他觉得我没付出就不尊重我，我该怎么办？他觉得你没付出，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真没付出，还是他觉得是他出了问题？如果是你真没付出，他觉得你没付出，我觉得你也没啥好说的，那你就真付出吧，好不好？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在自己身上找问题，问题一想就通；在别人身上找问题，问题一想就废。这才是核心的本质。那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但是他小瞧你怎么办呢？我觉得那你来参加一下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因为里面会教到你具体的方法论，教到你具体的经营。你会发现啊，即使你真的什么都不做，但是你学会了夫妻的经营之道了，
哎，你学会正确的相处方式了，哎，你知道如何跟老公正确的去沟通了，如何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能够把鱼给到猫吃，而不是把胡萝卜给到鱼吃的方式了。那你发现，其实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然后我还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告诉你 PUA 不存在，存在的是你内心的薄弱，是你给到别人可乘之机呢？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不尊重你，是你对自己对尊重有了执着呢？如果你内心无比强大，你需要的压根不是别人的尊重。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世界的真相，当你尊重你自己的时候，世界都是你尊重的样子，都是尊重你的样子。然后还有人问我说，我如何吸引到优质的男朋友，并如何相处？来我们课程现场吧，你爱学习，我们课程现场更多的也都是爱学习的。至于如何相处的话，就学习幸福人生吧，因为里面教的都是正确的如何与伴侣正确的相处方式。然后还有人说，老师，我总担心别人不喜欢我怎么办？推荐大家看一个视频哦，秘密吸引力法则。就当你总觉得别人不喜欢你，别人真的就无法喜欢上你，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投影源的真相就是，世界对待你的样子就是你对自己认可的样子。你越担心什么，就越发生什么；你越恐惧什么，就越有迎接什么。所以用一句话说，我们不要恐惧，不要担心，我们要祝福。那首先给到祝福的，应该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祝福。还有老公说我是拖油瓶，他不爱我吗？他可能很爱你，但是他不懂得正确的表达。你刚刚我们讲的4种人格，你要看一下你老公他是不是那种就是会批判别人的人，对吧？有时候他可能他批判，他并不觉得他在批判，他可能还觉得我说的就是事实，但是他有时候不是不爱。但是我个人觉得，所有人幸福人生里面有一个主题，与其等着别人去爱，不如自己主动去爱；与其等着被别人爱，不如自己主动出击去爱。因为你会发现，这才符合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好，继续给大家分享哦。什么是幸福？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哦。好多人说，老师，我偷偷报的课程怎么样能够让家人接受？我觉得偷偷报的课程，自己学习，自己增改，自己变得好了以后，你后面不用说偷偷的让家人知道，你可以明目张胆的让家人知道。你只要变得更好了，你只要增改自己了。所以用一句话说，你跟家人的矛盾从来都不是学习跟不学习的问题，而是学习有没有变好的问题。如果学习有变好，我觉得任何人都愿意投资你学习。就像你的人生并不是被你家人掌控的，对，是人生由我。好，我们继续啊。什么是幸福？还有人问我说，老师，我怎么样能够在夫妻关系上更透彻？就如果你条件机缘 OK， 能来参加现场课的话，那你就参加幸福人生的现场课。那如果你不能参加，你觉得想夫妻关系好的话，我推荐大家2本书这2本书真的是蛮解决夫妻关系本质的问题的。一本叫做《男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金星》，一本叫做《亲密关系》。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外国人写的，所以它里面写的有一些方式你会觉得有点绕，并且记忆的那种观念啊，你的印象不深刻，你要反复的复习。但是如果是被周老师、杨老师我们转化完以后呢，你就发现那个记忆点就非常深刻，它会更容易的去协助你更好的如何进行落地实修一些啊。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什么是幸福啊？来，幸福就是我们要做得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我们要做得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写下来，幸福就是我们要做得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很多人说，老师，我嫁得很好啊，我老公能养我。但是你知道吗？你老公养你，你手心向上，跟你自己不管赚多少钱，但是你可以自己赚钱自己花，你的内在的价值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人其实一生都在追求价值感和归属感，这是我们人最重要的2个属性。所以用一句话说，有时候去工作，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它不是为了别人好，而是这样的让我自己活得更好。那么如何能够走向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呢？非常重要的本质
所有人写出来，还有人小田情感会叫我付妈妈感谢哦。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怎么帮孩子找到他的工作呢？为什么要帮孩子去找到他的工作呢？为什么不问孩子他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呢？为什么不问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工作，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自己去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呢？把孩子还给孩子，把历练交给孩子，让孩子不要像保姆型的父母，要做智慧型的父母。而智慧型的父母一定清楚一个真相：我们跟亲子之间，我们跟孩子之间是注定分离的旅程。我们能教给孩子的是自主、自立、自信、自强、自律，而用这些让孩子学会善意、学会合作、学会独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让孩子独立的教育。至于你其他的，你觉得做得很好，也许你正在把孩子培养成庸才。所以经常说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课程非常好啊，非常落地啊？因为我们在本质上解决问题啊，你们明白意思吗？所以要把孩子的人生还给孩子啊。来写下一句话啊，我们获得幸福人生、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前提是什么？所有人打出来8个字，非常重要，叫终身成长、全面成长。终身成长、全面成长，还要给大家展示，叫做没有第二条途径了。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我们的学习才刚刚开始。因为进入的社会大学才是我们人生的实修课啊，这才是你人生里面最后要走向的终极啊，这才是真相啊，明白意思啊？那么我们幸福的根本是要解决关系。那我们有哪些关系存在呢？第一个写下来叫做我与人的关系。这个我与人的关系啊，其实会投射到一个就是我与他人的关系。我和他人怎么正确的相处呢？所有人写下来一个核心的纲要，甚至直接教给大家法门还有方法，好不好？这句话写下来叫做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和语言，在对的时空角里达到共赢的结果。当你的人生和别人不是对立面的时候，不是你对别人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关系里面很容易有卡点吗？因为我们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虽然没有被承认，没有说出来，但是那个内心世界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我是对的。所有人写下一句话，叫做关系里面最大的杀手就是我是对的。就当你觉得我是对的时候，你给到别人的感觉就是对方是错的。当你给到别人的感觉对方是错的，你们就成了对立面。当你们人生过成了对立面的时候，你们的人生就无法走向彼此滋养，因为无法进行一致性的表达和一致性的沟通，就陷入了我好你不好，对方就是这种感受。而我好你不好，你既是受害者，又是讨好者，又是牺牲者，又是抱怨者，甚至可能是施暴者，你知道吗？就这些关系里面，用一句话说，受虐者是错的，施暴者也是错的，牺牲者也是错的，索取者也是错的。我们要回到正确的道嘛，对不对？好，所以婚姻关系里面最大的杀手就是我是对的啊。那接下来还有我与物的关系。来，所有的人写下一句话：我与物的关系。这个物不包含只是说不动的才为物啊，我们把人也称为人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我们比较尊重的人，你还会觉得他是大人物，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来写下来，叫做一切皆为我所用，我用一切皆为无我利他。一切皆为我所用，我用一切皆由无我利他而出发。所以叫做借助一切人事物为我所用，我用一切皆由无我利他而出发。好，来，听到此时此刻觉得有收获的请举手。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家人，有已经报名参加我们的现场课程幸福人生4天现场课的有没有？有的话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已报名，好吗？我看一下有多少家人是已报名了课程的家人正在看我们此时此刻的现场直播的啊。杨老师今天很漂亮，杨老师每天都很漂亮，是因为你很漂亮，对吧？你很漂亮，已报名，好的，我真的还没有讲内容，
那个直播他无法把这些东西讲透，你知道吗？我要想着拐好多弯，用很客套的语言，在安全的情况下给你们怎么样的输送。但是这种他就不得不有一种什么样的小遗憾呢？这种小遗憾就是我无法把想给你剖析的东西讲透。比如说我们夫妻关系有3大问题，第一个就是钱的问题，第2个就是沟通的问题，第3个你看我绕来绕去讲了很多沟通的问题，第3个呢其实就是入洞房的问题，对吧？那你再讲到具体的怎么做才能更和谐，那就更无法讲了，对不对？所以我有很多的顾忌，大家也考虑一下啊。那么我们的最后直播还剩倒计时10分钟，最后10分钟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我们帮助更多的家人，好不好？已经要报名参加我们幸福人生的课程，你还没有报名的，很多人劝我说要喝口水，我为什么不喝水呢？因为我喝了水我会想上洗手间，明白意思啊？我喝了水会想上洗手间，所以对，然后我直播完吧，好不好？很多人说我瘦了，我瘦了是因为有强大的美颜，然后是不装的，对吧？这个全天下最好的化妆品在哪里？在美颜里。我们万松小哥哥给笑的，开个玩笑，我们继续啊。还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幸福的根本讲关系嘛。第一个是我与人的关系，第2个是我与物的关系，第3个写下来叫我与环境的关系。我与环境的关系，对，我们的现场课程，如果你们要参加的，赶紧找服务老师。刚刚服务老师通知到我这里，可能最后还剩不到50个名额了，估计今天晚上直播结束，名额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们能抢到的就赶紧抢啊！然后如果有机缘，最好带着伴侣一起参加，因为在我看来，夫妻俩同时上这个课程，那效果就是 n， 就是我们讲的一句话，对吧？一个人的平方或者 n 次方，它永远是1，但是2的 n 次方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夫妻同修，整个家族就是螺旋式的成长跟提升了。你们也可以带自己身边的家人合适的。好，第3个讲的是我与环境的关系。来，所有的人写下这句话，把环境变成肯定的。就我们经常觉得，你看我生活在一个跟父母原生态不和谐的环境里面，我生活在一个没有伯乐欣赏我的环境里面，我生活在一个我老公抱怨指责甚至 PUA 我的环境里面，我生活在一个这个我孩子不听话的环境里面。来，写下一句话，环境是外因，而内因是内心。所以我跟环境的关系，我希望给大家投射的是，不要找环境的问题，要找内心的问题。而那个内心跟贪嗔痴慢疑没有关系，是那个觉醒的我，好不好？好，继续啊。直播结束了，有一个看一下啊。另外一个，那我们继续啊。来，另外一个写的是我与财富的关系，我与财富的关系，我与财富的关系。那么我与财富的关系是外在，实际上我与财富的关系是什么呢？写下一句话，是内在。内在我跟财富是有等级的，是有划分的。来，写下一句话，叫做财富是由我和父亲的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来决定的。所以用一句话说，我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其实决定了我们的财富关系和贵人关系和人际关系。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那财富的本质，你们希不希望钱怎么样越花越多？希不希望？来，我告诉大家钱怎么越花越多的10个步骤，好不好？如果你们知道了我跟钱怎么样越花越多的10个步骤呢，那你们每个人就会用一句话说花钱的10大的福报资产。这个是我只在现场课分享的，但是今天我在直播间也分享给大家，想不想听？想听的话，最后花3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获得财富，如何积累财富。那我们有花钱的10大的福报资产。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会赚钱是本事，会花钱是智慧，而花对钱，钱才会越来越多。来，第一层，花钱给父母，孝顺父母，供养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运气和福报。所以如果有一些 OK 的，
你们的父母啊有机缘情况下，我觉得父母再大，你知道吗？在杨云老师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啊，就以前我幸福之道的时候，就是很多父母亲70岁、80岁都还能来参加课程。所以如果就有时候花钱给父母，除了让父母在身上行到孝，你们也可以在父母的心上行到孝，就是帮助父母提升生命的维度。那如何能够帮助父母能够提升生命的维度呢？非常重要的核心啊，我们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刚啊有那个啥，可能有很多朋友不一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好，我们点赞转发走起来，等会儿再给大家加课时加10分钟啊。好，第二个叫做，所以花钱给到父母的时候，对吧？身教大于言教。然后你想你的孩子孝顺你，你就只需要做得到孝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就能看得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花钱给到父母的时候，除了花钱给到父母的肉身，更要花钱能够去做得到对父母尽孝道，也就是顺从，对吧？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孝顺他们，供养他们。还有另外一点，如果有机缘啊，能够带父母还能旅游啊，甚至能够去给到父母一些学习的提升成长啊，父母又很喜欢啊，这种事情是可以多做的，因为这种事情非常积累福报。好，另外第二个啊，花钱给到自己，花钱给到自己有2个方面，第一个是外在，外在要让自己也高贵，不是说衣服贵不贵的问题，就是你要高贵。什么叫做你要高贵呢？就是你不要所有东西都是抠巴巴的对自己，你知道吗？你值得好一点的生活，就是你家再穷，你都值得。就是你即使没有漂亮的衣服，但是你起码要干净，你不能邋遢，你的整洁，对吧？你的活出来那个更好的生命状态，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来，那么我们再讲如何是花钱给到自己呢？第2条，来写下一句话，叫滋养自己的智慧，滋养自己的慧命。滋养自己的生命。什么叫做滋养自己的慧命？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写出来一句话，就是给到自己学习成长提升，对吧？去参加一些课程，多买一些书学习。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会读书的男人和女人才会更加有魅力。就学习力就是成长力，成长力就是财富力，能理解啊？所以要花钱给到自己，然后内在跟外在都要兼修。第3个，花钱给到孩子，带孩子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观。所以比如说带孩子见世界观啊，旅游啊，对吧？体验人生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路不如这个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顿悟。那什么是名师？就是要给孩子找好的老师，找好的教练，给孩子起到榜样的作用。所以要花钱给到孩子，对吧？帮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啊，带他去见识更大的这个世界观啊，让他找到自己的人生观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一条，第4条，花钱给到伴侣，一定要做到夫妻同修，夫妻同修，夫妻同修。就是伴侣是你人生里面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玩伴，也是你人生的一面镜子。其实有了伴侣，你才会知道你人生对内观察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很多觉醒的学习的这种需求，你才会走向更高的生命维度去增改自己。所以花钱要给到伴侣。然后另外第5条叫花钱给到家族，就你爸妈好了，你也可以爷爷奶奶好了，外公外婆好了，你也可以让你所有家族的长辈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好。你可以通过身体力行，你开始孝顺家族的长辈，来带动你家族的其他伙伴。身教大于言教，就是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花钱给到家族，孝顺家族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件事情。然后第6个，花钱给到我们讲的，我们可以祭拜祖先啊，祖宗祠堂啊，对吧？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它会有非常好的这种福报啊。然后另外一个，来，花钱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一定要做得到，叫做花钱学习，出门拜师学艺。很多人说，那花钱给谁学习呢？来写下一句话，所有人，不是说要给他们进行财布施，
而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己财布施、自己学习、自己增改以后，帮助更多你能够帮助的人或者你身边的人。第二条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学习成长以后呢，去觉醒，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走向法布施，你也可以走向传承布施。那你把你所学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听杨云老师直播，你接了很多核心观念啊，你觉得非常好啊，能影响别人啊，帮助别人，甚至也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啊，你就可以去做。还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花钱要做什么？我们花钱要财布施，我们得到的就要给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赚到的也要去帮助更多像我们曾经一样的人。然后我们还要智慧布施。所以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不但要自己学到做到，我们还可以分享，让更多的人感知到。然后第10条非常重要哦，就花钱要做到传承，花钱要做到传承。那再告诉大家一句话哦，4种钱是越花越多的。刚刚讲到了10种花钱的福报资产，有10种，对不对？所以是一定要去做的。那我们现在来讲一句话，有4种钱可以越花越多，是哪4种钱呢？第一种，孝顺父母的钱是越花越多的，所以孝顺父母、供养父母，每个月给到父母一些这个收入啊、工资啊，以及你去尽孝的这个资本啊，都是非常好的。第二条哦，叫做请良师益友吃饭，请教学习的钱越花越多，也就是当下时为无上师，当下法为无上法。你人生的任何一个伯乐都值得你更好的去结交。还是说那句话，你的人生啊，不要只与乞丐为伍。这种不是说看不起跟看得起的问题，就是你人生应该有更高的境界、更高的高度，去走向更高的生命觉醒啊。所以请良师益友吃饭，请教学习的钱是越花越多的。第3个叫布施的钱越花越多。什么叫布施？布施分2个，一个是财布施，第2个就是指法布施，也是我们称之为的智慧布施。所以你越想有智慧呢，那你就越学会做一个分享的传承人，你就发现你就会越有智慧。很多人经常说，杨老师，我感觉你有智慧。杨老师直播室录的作品比你多，杨老师直播室直播的次数比你多，杨老师直播室讲课的时间比你长。用一句话说，我的智慧是怎么来的？从我自己知道、悟到，再到做到的时候，我还多了一层。我希望把我学到的能够去分享出来，帮助更多人。就这么一个起心动念，你明白意思吗？它就让我变得更加有智慧了。因为布施的钱是越花越多的。另外一个，第4个非常重要哦，所有人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叫做投资学习的钱是越花越多。因为你投资学习的钱，它就会长脑袋，就会长智慧，就会长觉醒。所以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读书使人不惑，赚钱使人不屈，活出自己就是对家人最好的爱哦。然后呢，最后我们花5分钟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那么这5分钟呢，杨老师还会分享2页的干货，所以大家拼命的转发一下直播间，因为光这5分钟的内容你听下来呀，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做好满满的笔记，有到人生最大的收获，然后也帮你可以最多的去解决困惑。然后明天呢，杨云老师还要去录制一些我们更好的我们的付费专辑的作品啊。就杨老师接下来会出一个课程系列啊，就是高情商的沟通，就是会给你把今天晚上讲的一些内容啊，给你讲细100倍的去讲，能够让你落实得到，以及能够让你了解完以后，具体的如何能够从这种人格到那种人格，如何与人正确的沟通，沟通的时候方式方法甚至话术是什么样的呀？如何能够去解决我们心里的这些卡点啊，能够让它破镜啊，都是有的。但是最关键的是啊，我还是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要更加系统的话来学习，能够去悟得到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能够重新出发，然后去增改自己，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课程哦。然后再给大家讲哦，送给大家一句话，是什么阻碍了你的幸福？是什么障碍了你的发展？是我以为、我认为、我觉得以及他应该，这些都不是我的错，我是受害者，我是需要同情的，都是他们的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都是我团队的错，他们怎么那么笨呢？都是我先生的错，他怎么那么不负责呢？都是我孩子的错，是他叛逆了，不懂得了啊，都是我公公婆婆的错，怎么就不懂得先有婆再有媳呢？就是当你把所有东西都归咎于外因的时候，
外因就阻碍了你的幸福发展。那我们就一定要走向内察。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你成功和你幸福？有2大关键。第一个，内耗。内耗就是我不好，所以纠结，对吧？很多事情都会憋屈，所有的委屈啊、愤怒啊都对向自己。其实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情绪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指责抱怨，都是你们的错，叫对外攻击。所以阻碍我们成功会有2大关键，一个是内耗，一个是对外攻击。你看看你是哪种？因为你对外攻击啊，你就把人归到了你的对立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想获得多大的成就啊，你就为多少人着想。你能为多少人着想，你就能获得多大的成就。你要做的事业能够成就多少人，多少人就会反过来成就你，它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内耗呢，你会发现已经给了你整个世界，但是你都觉得你是匮乏的。其实你会发现，匮乏的从来不是你拥有的，而是你从来没有感知到的。那你要去觉察到那份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爱，发自内心，对吧？好了，那么另外一个，那我们如何才能走向成功、走向幸福呢？也有2大关键。第一大关键，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而这个我呢，指的是我的真心，那个觉性的我，那个内察的我，那个内观的我，那个自我肯定的我，那个活成创造者的我。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而我想说一句话，当我说到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做得到，你们就可以转念得到，你们就可以去执行得到。你无非要做的就是出门拜师学艺，你无非要做的就是真正去感受。就像很多人说一句话，老师，那我原生态有伤，我怎么解决呢？我知道了你说的问题，我知道我要改变，但是我内在的那个坎过不去啊，我内在里面有伤，我真的需要疗愈啊。那你来到我们现场课程，因为我们现场课程就有专门的疗愈板块，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是无法通过直播能够去传递的，甚至我们也无法把它变成付费课程，能够用网络的形式对外，对吧？好，第2条是什么？走向幸福和成功的关键。第2条非常重要，就很多人一辈子死在什么方面呢？死在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死在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结果你会发现，你有时候光靠自己，对吧？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核心内型，这是属于内求。但是并不代表我的时候，我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配置完成的。就像我说一句话，一个孩子的出生，他必须要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对不对？那一个人是搞不定的呀。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些东西它是合作关系，它是共赢关系，就像经营企业一样的，它一定不是一个老板成就了一家公司，有老板成就了公司，但一定也有跟这个老板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是同理的。就像夫妻关系能过得好，虽然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是我生命里面，就是我的伴侣和以及一切都不是我幸福的来源，我自己才是，但是我还是得跟我的伴侣过呀，所以我得找到内因。那第2条是什么呢？叫做借助一切人事物为我所用，以及我用一切皆由无我立发的起心动念而出发。送给大家一句话吧，所有人把这句话写下来，叫做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如果你们想学到更多系统的杨玉老师的内容，你们可以找服务老师报名我们的汇播的2800的合伙人。然后你们报名我们汇播2800的合伙人的话，我们还会赠送周文强老师主讲的4天的财道，也会赠送给你们杨玉老师主讲的幸福人生4天的这个现场课程，并且幸福人生现场课屌炸天哦，会有我们的周文强老师也参与进来给大家做分享，还会有传统文化的老师给大家分享传统文化，还有专业的亲子教育的老师给大家分享亲子教育，而杨玉兰老师又会把4天课程全部串联起来，甚至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在课程现场给你做辅导哦。然后还有1页纸，我给大家分享完就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好不好？沟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陷入到了情绪里面，我们去对抗，而忘记了我们沟通的目的地其实是共赢。所以以后大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啊，不要想着陷入情绪、陷入冲突、陷入了那些障碍，然后要记起来自己真实的身份，对吧？我们是有沟通的目的地的，不要在情绪里面去对抗。送给大家一句话，没有正确目的地的出发，本身就无法到达幸福的终点。那么
男女不同的情感需求，再给大家普及一下，你们可以打在评论区里面也记录下来哦，点赞走起来，转发走起来。男的情感需求是信任、接纳、欣赏、鼓励、支持、崇拜、认可和自由。男人最需要的是自由，所以女人不要太控制，因为控制男人受不了，他就会想逃脱，而男人一想逃脱，女人就会上升到其实他不爱你，其实不是的，男人做的对女人的爱就是抽离式的。他爱你的时候黏着你，他可能需要自由的时候，他还反而在有点逃避你。逃避你，他不是因为不爱你，是他的一种方式。你只有了解到他这种方式，你才不会陷入到彼此的内耗，也不会上升到我没有那么有魅力了。不是的，就像当你去深度的去学习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程，你还会发现一点，女人总有那么几天、一个月，就像你已经觉醒了，你突然也会感觉你心情很失落，就跟掉入到深井一样的。我们称之为28天为一个周期。就是杨玉兰老师也是，就我已经很觉醒了，我觉得已经人生没有困惑，没有卡点了啊，我也开始走向觉察了，甚至我觉得在某种瞬间我明心见性了，对吧？我顿悟了，但是可能过几天的时候突然心情低落，就莫名有的烦躁，然后就感觉有一些事情好像就等着被人拯救。她就是那种心态，因为女人是波浪型的，波浪型是什么？就是高、低、再高、再低，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说，很多男人说女人有病，情绪病。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女人，你就知道情绪不是女人的病，这只是她的生理周期，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你就会更多的理解她，甚至在她有情绪周期的时候，反而更好的关爱她、尊重她、接纳她。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夫妻矛盾的问题。不然很多男人找我辅导的时候说的问题就是我都搞不懂我老婆。你不可能搞懂她，因为男人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金星，你如果能搞懂她，你就雌雄同体了。就不懂是正常的，但是学习以后就可以懂，懂了以后就可以理解，理解以后就能走向接纳，接纳以后就能知道尊重对方的前提，懂比爱更重要，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讲女人的情感需求是什么？希望所有的男的记下来哦。女人的情感需求是关爱、理解、体贴、浪漫、倾听、忠诚、安全感，以及女人也需要尊重，尊重是男女都需要的。其实男人的情感需求、女人的情感需求是男女之间彼此的情感需求，只是他们在这些所有的情感需求里面，可能男人对于自己的情感需求更在乎一些。但是并不代表女人的那些情感需求男人不需要，不，男人也是需要的，男人也是需要关爱的，男人也是需要他跟你任何讲话的时候，你支持他、认可他，你能够很好的做一个倾听者的，他会有那种施者的感觉，感觉到反而你崇拜他，他就会越来越爱你，他其实是相互的。所以今天晚上的课程呢，就讲到这里。我们还有哪些关系没有给大家讲的哦？我们还有讲所有关系里面有3个不做、3个必做，以及3个多看到。我们还有讲犹太母亲有3个角色。还有哪些内容没有给大家讲呢？还有讲的就是如何通过成为、做、拥有，运用秘密吸引力法则，如何能够去到达我自己想要的。还讲到怎么找到自己的轨道，以及告诉大家婚姻失败有哪3大原因，以及我们婚姻的4个阶段，如何从这个不好的阶段能够走出来逆境，然后迎来新的人生阶段。还有讲到了幸福婚姻有哪6大法则，以及会讲到在我们的情感账户里面，如果我们要存钱要取钱，就是有存才能取，如果取得过多就会走向透支，甚至走向破产。那如何更加的去做？还有好多关系啊，我看一下哦。还有讲到夫妻的3大角色，婚姻修复的10大关键，以及强者的话会习惯性自语，而弱者会习惯性抱怨，我们如何走出强者了。然后另外一点就讲到了一句话，不要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去存假钞。还有讲到了男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金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男人是思考脑，女人是情绪脑。男人是直线的，而女人是波浪线的。还有女人喜欢男人去猜，觉得男人猜得到自己的需求才为真爱。送给大家一句话，女人这辈子不要思考让男人猜，男人猜不到，正确表达需求。记住一句话是正确表达，
就是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我们不要有情绪的去表达；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失落，但是我们不要失落的去表达；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但是我们不要愤怒的去表达；我们可以表达我们此刻的感受，但是我们不要上纲上线的把这些东西归结到是别人什么样的。还有婚姻一定要建立的2个能力，到底是哪2个能力，对吧？还有男人有哪3大责任啊？夫妻之间，怎么走向这个无条件的爱呀？如果是败家娘们的话，那几大特征应该如何避免呢？然后以及有了的话，如何能够修正呢？就是，哎呀妈呀，太多了，我都没法给大家讲了。女人的3大天性是什么呀？女人的道是什么呀？还有好多问题也没有给大家回答。我就觉得父母没有一点爱，所以我得了抑郁症。送给你一个故事作为结尾吧，宝贝儿。有一本书，这本书名我无法说，因为说了以后它会影响我的直播。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心理学家，他治好了很多抑郁症患者。然后有一个抑郁症患者慕名而来，请他帮忙治疗。然后这个医生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得了抑郁症啊，我给你开的药方就是让你每天做2件好事。”这个抑郁症患者就愤怒了，他说：“我都得抑郁症了，你还让我每天做2件好事？”然后这个医生说了：“你如果每天主动的去做2件好事，你不再渴求别人的爱，而是主动的去爱别人，你能够走出去的话，他说其实你的病就很容易好。”这个人从开始的愤怒到后面的接受，到后面的真的去做，再到后面不但不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还成为了一个治疗师，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想给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是因为什么导致于你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成年了，我老师唯一能送给大家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拿到自己的主动权，为自己承担，做一个承担者，做一个创造者。因为你会发现人生终其一生，你在为找答案，也许都找不到。如果有机缘有福报的话，可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现场课程，也许就可以疗愈你。或者如果你觉得有很多的问题确实是家人的问题造成的，你家人在不反对的前提下，也可以一起来参加课程学习。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是在跟你讲，如果谁来了，我就是跟谁讲。然后最后送给大家3个字，叫量自己。量自己，你的人生就很容易过好，因为你改变自己很容易，你改变别人很难，但是往往改变自己才是那个第一因，所以这是我能够送给大家的。还有人说，老师我想离婚，我会送给所有的人一个唯一的建议，当你没有学过夫妻关系之前，切记不要离婚。因为有很多人来参加课程的时候懊恼后悔，为什么？因为当年他们所谓的离婚不是不爱了，也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而是因为彼此有情绪了，在赌气了。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往往有时候有脾气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在赌气的时候做的决策都是错误的。如果你说老师我没有情绪，我觉得就是，那我还是送给大家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学习过，你的婚姻过得不好，我觉得是正常的。如果你学习过以后，你用正确的方式去经营婚姻还过不好，你真的觉得是那个人不对了，配置已经跟不上了，那我送给你一句话，也不用你提离不离婚，因为不匹配的关系一定会自动剥落的。送给大家一句在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话，今生相见必定有亏欠，如果没有亏欠，此生肯定不会再见。所以用一句话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伴侣就是我们人生最好的缘，这个缘是助我们成长的，是助我们修行的，是助我们能够达得到更好的人生目的地的，是帮助我们生命走向觉醒的。但是你选择逃避了，你会发现你躲不掉，你就算躲过了这轮伴侣，你的磁场不改变，你的生命等级不改变，你的认知不改变，你的能量不改变，你不会游泳，你换了下一轮伴侣，你还得继续这样的功课。这就是很多夫妻里面有家暴的时候，我们感觉施暴者很恐怖，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比施暴者更恐怖的是受虐者。而
往往这种狩猎者有时候他换了伴侣以后，他的第二任还会家暴，第三任还会家暴。那是什么导致于了家暴本身？是因为他内心世界里面有对家暴无尽的妥协，或者是无尽的恐惧。所以同频相吸呀。有些东西我无法用我特别想给大家讲的觉醒的字眼去给大家打通，因为你刚看我在直播，我已经被封了一个账号了。那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只能到现场课再更好的去到大家。所以如果你是我们汇播合伙人的，你是能够有资格能参加我们幸福人生的现场课的，一定要找你的服务老师，因为你们问到的很多问题在现场会非常通透，无比通透，你会一通百通，你会融会贯通，你会以一滴水照见整片海，好吧？因为明天杨云老师还会有要录制其他的课程安排，所以今天晚上直播不能太晚，不然会影响我明天一些其他的进度。还有再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内容留到现场课，一定会给你们分享，希望能够帮得到更好的你们，也希望你们如果身边有家人朋友，对吧，他有资格参加的，也帮忙通知得到，你们自己去找服务老师报名。然后最后感谢所有的家人，然后打个招呼吧，好不好？因为刚刚屏幕有点远。然后大家记得每天早上7点到8点还是学习一下逐字稿，因为逐字稿里面有很多觉醒的内容是杨云南老师一字一字讲出来，一字一字抠出来的。然后也感谢我身边有很多的非常能干的左膀右臂，就是帮我一起共同去完成。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生命只有一个功课，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是我的真心，我的觉性，不是我内在里面的那个贪嗔痴慢疑以及外因的外求，而是那个内因，是那个付出的我，丰盛的我。所以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直播里面多帮大家解决问题。杨云老师也以后希望能够多尽力的能够去直播一下。感谢所有的家人，今天晚上此时此刻听到晚上的直播对你有收获的，你全程听了将近3个小时的，你全程都在的，来评论区回复我一个全程都在，然后再打出你们此时此刻直播的时间。如果你在哪里收听我的直播的，请把你的，对吧？你在哪个省看我的直播的，你可以把哪个省都记录下来。是的，我们的屏幕里面给大家弹出来了，我们每天直播的。我们目前是在我们的抖音账号上给大家进行直播叫做周太太幸福传承工作室。大家每天早上7点到8点是由杨云兰老师亲自打造出来的，和周文强老师一起打造出来的我们的幸福导师团，全程会给大家进行直播，然后大家一定要收听。然后万松，然后还有8分钟，你给大家来互动一下，整理一下。我确实需要去洗手间了。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就是我后面才发现我一直在发信息，我忙忘了。也就是以前开播前我会最后去一次洗手间，而今天开播前我没去洗手间，是开播前好久去的洗手间。所以我以前的习惯就是每一次开播前或者演讲前，其实我有点紧张，我是一定要上完洗手间再演讲或者再直播的。但是我今天给大家通知信息的时候，我给忙忘了。所以为什么如果以我平常的习惯，我可能会给大家直播5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是今天我确实只能支撑3个小时了。就我特别想上洗手间，我从7点开播我就想上洗手间，然后我后面才发现，哎妈呀，我已经开播了。然后账号也很奇怪，如果万一我开播了，对吧？那其他的学生家人没有听得到，我觉得也会挺可惜的。以及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我们的逐字稿的直播，还有今天晚上全程都在的，又是我们的汇播合伙人的，然后你又有参加我们幸福人生现场课的资格的，你们可以找服务老师，到时候告诉大家逐字稿怎么跟进怎么去学，以及赶紧找服务老师，因为所剩的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好不好？来，大家全程都在，然后你们再把今天晚上的整个学习内容一定要做笔记、写收获、做决定，然后要给自己做一个深深的决定，把今天所讲的课程真的是用出来方为最佳，好吗？用出来方为最佳。来，万叔你来。好的，全网刷屏，感谢杨老师。来，全网刷屏，感谢杨老师，我爱杨老师，好，是不好？
全网刷屏啊！感谢杨老师，我爱杨老师。相信所有家人今天晚上听完，整个杨老师的密训课程，对您的内心有极大的触动。然后呢，老师有更多的内容，其实很想给大家讲，你知道吗？老师为了这一次课程准备了这么多稿件，整个10几页，但是呢没有办法讲完。但是杨老师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来线下课，就是一定要来见面课啊，一定要来见面课，就是因为在现场可以看到杨老师，你可以让杨老师和你有眼神的交流，来在现场你可以感受得到杨老师想给你表达的所有，杨老师会把所有的内容花4天4夜详详细细给你讲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家人一定要来一次幸福人生的缘由。而且呢，我的老师周文强老师和杨云老师，万松太了解他们了，他们对于课程的品质永远是最强的，无论是线上的还是我们在见面会的。你会发现我的老师经常讲一句话，有很多家人可能一生只能来一次我们的见面会，可能我们一生相遇的机遇就只有4天，生命总共有3万天，3万天中挑出了4天让你我相遇。所以我的老师无论是周文强老师还是杨云章老师，都会把浑身解数以及这么多年最宝贵的智慧全部分享给您，毫无保留。这是每一个家人一定要来到我们见面会的核心根基。我也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生命可能就在这里改变了。很多家人说我也想找到另一半，万松的另一半就是在我们的线下见面会遇到的，我的爱人就是在财道遇到的。这次幸福人生，相信会组建出无数个幸福的家庭。家人们啊，因为会挽回无数幸福的家庭，也将组建新的无数的幸福的家庭。家人们，在这边有我们的这个叫做抖音的账号，然后在这边点击一下，把这个截图截下来以后呢，用抖音去扫一扫。今天晚上把这个账号关注上，定上闹钟，所有直播间家人打出来，定上闹钟，明天6点55分，把杨老师更加核心的智慧，不只是两性关系的，还有商业类的，还有财富类的，全部分享给你。明天早上不是由万松，不是由杨老师来讲，而且我想告诉你，明天早上的所有内容，只要你们全程把它录屏下来，不是我可以讲，你也可以讲，在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你都可以讲，因为杨老师最想要的就是把智慧传承出去，杨老师最想要的就是让每一个家人都能够通过这份稿件而改变。杨老师已经不再纠结于是谁来读稿子，而是杨老师更加的想让谁成长，谁就会出现在直播间。可能今天是万松，明天是玉锦，下一个星期可能又是我们的志刚老师，甚至下一个可能是你，在直播间的你，对，你没有听错，可能你来了幸福人生以后，你会成为下一个志刚老师，下一个玉锦，下一个舒妍老师，你会出现在直播间，你不再是透过屏幕看到老师，而是和老师同坐在一个直播间，而是和老师同坐在一个房间里面聊天，而是和老师一起拥有你的幸福人生。相信那一刻你的生命一定是绽放的，相信那一刻你的生命一定是精彩的。所以所有家人一定要预约好，明天早上我们6点55分，所有家人把闹钟定上啊，这里点预约，然后这边的家人呢，在这张图截图下来，用你的抖音去扫一扫，然后一定要把它预约好，明天早上6点55分准时来到直播间，和所有家人不见不散。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告一段落，但是我还想告诉大家，余音袅袅，我们想讲的永远没有给你讲完。杨老师想讲的还有很多，杨老师还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想跟你讲，但是平台的原因无法在线上给你讲，这些都只能在幸福人生的见面会上与大家详细分享。所以你会发现，见面会有你在线上听过1年2年甚至3年都从未听到过的内容，因为电视台不让播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都会在我们的见面会上。所以也特别渴望每一个家人，无论你有多忙碌，一定要抽出4天，腾出4天，给自己的心灵一个成长，给自己的灵魂一个寄托，给自己的家庭一份幸福。我要告诉所有的家人，很多家人都说我很忙，我有很重要的事，只是因为你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往前排。如果
这4天的课程可以直接让你活出全新的状态，换一种生命状态去生活呢？你会发现这4天变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这几天的时间会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你会把它排在最前面。生命中没有忙碌，只有安排。你怎么安排，那是属于你的人生。你把成长放在哪个位置，属于你的人生。所以呢，在最后，万松还想给大家以一个故事告诉所有家人，以及给大家所有家人，希望以后每一次的直播您都在。生命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开花，也不是结果，就是生长。一棵大树，如果你认为结果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是对于人类而言，那是对于你身边摘果子的人而言，他在讨论你的果子甜不甜，然而没有人在讨论你吸收养分辛不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生命的真正意义不是开花，也不是结果，就是这么活着，向阳的活着，自然的活着，这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如果你搞懂了这一切，一切的风景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开出来的果子将会更加的甜美，开出来的花朵将会更加的美丽。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最高版本以及最佳绚烂的人生，只是你与绚烂的人生之间可能还差一次启动模式，就在幸福人生。幸福人生由周文强老师和杨云老师携手为你打造，带来传统文化的智慧盛宴，让每一个家人都能在这里活出你生命原本的状态。希望每个家人都可以通过这4天让你改变。如果你真的特别的忙碌，也希望你也能够通过线上的所有课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希望在每一天早上6点55分准时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能够遇到所有的家人，能够和所有的家人见面。如果在抖音的家人记得预约这里，然后明天早上来到直播间。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的家人呢，您一定要截图，截完图以后呢，然后把这份截图保留下来，明天早上一会儿直播结束，您就立马去扫码，打开您的某音，直接去扫码，扫码以后关注以后，明天早上定上闹钟，6点55分准时，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关于财富的，关于如何让你从富人成为富人，根深蒂固，把思维直接印在你脑海里，以及如果你现在在财富上还有问题和卡点，如何让你直接突破，让你从穷人变向富人意识，成为富人意识，拥有财富是迟早的事儿。希望在明天早上与所有的家人不见不散。希望所有的家人给我们点上关注。如果你还想来幸福人生，你不知道在哪里报名的，点击下方的班主任，然后去报名我们的会部合伙人，然后呢加入我们。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也感谢所有家人对我们汇成集团的喜欢和对杨云长老师的支持。在这里仅代表汇成集团和周文强老师、杨云长老师向所有家人注意真诚的问候和祝福，也祝所有家人在今天的所有的收获中，把它用在你的生活中，让你的生活焕发光彩。感谢所有的家人，我是万松，希望在接下来的每一次直播都能与你不见不散。人生就是一场照见。你好，我是幸福导师吴启宁。今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好书，一本让你可以遇见最高版本自己的书——杨元元老师的最新作品《照见》。看这本书，我流了4次眼泪，这是我人生第1次流着眼泪看完一本书。我想说，人生就是一场照见的总和，所有的关系都是为了让你照见你自己。首先，我们的原生家庭是一面镜子。当我看到这面主题的第1篇主题的时候，不幸的童年无需用一生来治愈，我的内心升起一份愧疚心。心理学的鼻祖阿德勒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曾经的我也深信这句话，并且每次讲课都会提到这一句话。我之所以悔恨，是恨我自己给学员种下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这样的种子。而《照见》这本书当中，杨元元老师讲述了自己童年的不幸，母亲在他1岁的时候自杀离世，自己饱受冷眼的童年，而通过自己的救赎，活出了最精彩绽放的人生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阴影，没有谁的童年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人生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你有这种认知，就会把自己推进宿命论的深渊，一辈子活成受害者。你完完全全可以赋
予你有阴影的童年最积极的意义。就像杨老师把叔叔的区别对待当成对自己的磨练，自己童年的不幸当成磨练心性的过程。是的，这就是积极思维。凤凰涅槃必须承受欲火的痛苦，蝴蝶羽化必须承受破茧的痛苦。你能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配上多大的成功。赵健这本书告诉我们，没有完美的父母，也鲜有不伤人的原生家庭。愿你把伤害当成养料，点亮你的人生。原生家庭欠咱的，靠咱自己赢回来。我曾经听到一个著名的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父母一辈子等着子女感激，而中国的子女却一辈子等着父母道歉。看完这本书，瞬间疗愈我的童年。所以不要再因为父母的一句话而以泪入眠，不要再因为父母的一个行为而浑浑度日。你改变不了父母根深蒂固的想法，你要学会正视自己的原生家庭，降低期待值，不再苛求自己，因为你可以改变自己。其实我们的原生家庭也是一面镜子，帮你照见最大版本的自己。如果你也饱受原生家庭的伤和痛，答应我，把这本书买回家看100遍。其次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是一面镜子，也是让你照见最真实的自己。在这本书当中，杨老师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他和他的先生周文强老师的从相识、相恋、相爱，再到相互伤害、冷漠、冷暴力，最后濒临离婚，然后通过学习一步步恢复到初恋般爱的状态。这本书真的毫无保留，甚至体无完肤地把婚姻的痛苦的经历扒出来，真实的讲述，并且道术结合的描写。我认为这是当代夫妻想要家庭幸福、家族兴旺的教科书。在书中描述，周老师因为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杨老师开始自己作的过程，直到开始学习两性关系的一些课程，明白了男人和女人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女人需要倾听、陪伴、宠爱、浪漫、忠诚、安全感，而男人需要信任、认可、崇拜、鼓励和自由。我对书中的一个知识点非常有触动，讲女人关注情绪，男人关注事情。当女人在向男人抱怨的时候，男人会给解决方案，而女人最需要的是呵护和关爱。我想起来有一次，我老婆跟我说她工作当中和领导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的问题，我就在旁边哇哇给她出方案，教她如何去做。当我很兴奋给她发表一篇演讲，结果她在我旁边呼呼大睡。看完《照见》这本书，我想说，亲密关系也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见最真实的自己比如你选择了一个比较柔弱的伴侣，是因为你的内在渴望活出这一部分。也许在童年，你被父母禁止表达情感，必须要展现出柔弱，而在伴侣身上，你找回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可是另一方面，你的内心也在无意识的排斥、压抑这一部分，因为你已经内化了父母的评价，你对自己的柔弱是有评判的。你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对自己的评判，你能够感觉到的是自己对伴侣这一部分的排斥。所以亲密关系其实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它照见出来的是我们内在缺失和压抑的那一部分，以及我们最渴望、最需要的那一部分。透过它，你可以深入觉察自己，理解自己，并找回自己丢失的那一部分，活出想要的样子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我告诉你，让我如沐春风，醍醐灌顶。我看完之后直接做了个决定，我直接团购2000本送给我现场课的学员，因为人人都需要。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原生家庭找一面镜子，一定要把照见带回家。这本书可以让你疗愈童年的创伤，活出最精彩版本的自己。如果你悟性足够的话，可以让你不需疗愈，直接进入创造。如果你想给自己的亲子关系找一面镜子，你一定要把照见带回家。这本书告诉你如何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如何不把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伤痛无意识的传递给孩子。如果你想给自己的亲密关系找一面镜子，一定要把照见带回家，因为这本书道术结合的活生生的案例给你讲述了两性关系的密码，学会沟通，如何关心对方的内心需求等等等等。这么跟你说吧，这本书其中的智慧，你悟到了其中1%，你的两性关系就能回到初恋般的感觉。我老婆读完这本书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哥哥，我要和你再重新谈一次恋爱。哇！最近我的感觉那不可描述，那如沐春风，逍遥自在，美哉美哉。那么杨老师对我而言呢，是我的教练，那更像我的姐姐，更像我的妈妈。在我事业最低谷需要支持的时候，杨老师化身姐姐，毫无保留的给我信任和支持。在我情绪低落受伤害的时候，杨老师又化身妈妈的角色给我温暖。当我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在社会上打拼，带着很多虚假的面具，杨老师又化身教练，当头棒喝，
把我骂醒。吴启宁，你是假修不是真修，你是假学习不是真学习，是假改变不是真改变。而那一刻我醒了，我活得更加真实了。那一刻我放下了我的面子，放下了我的虚荣。那一刻我找到了我自己。人的一生见别人容易，见众生也不难，唯独见自己可要经历9981难。而我想说，你想要见自己，也可以不经历9981难，把照见这面镜子带回家，它能让我们找到真正的自己。你看见河，你已经在河之外；你看见山，你也在山之外。而当你可以看见自己的任何情绪和念头，你就在自己的情绪和念头之外了。其实你就是你自己的一面镜子，观察者来照见自己。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的最后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请你打开心扉，感受这段话的力量。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改变你能改变的，臣服你不能改变的。学会臣服生活给你的指引，顺应那些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照见。我是吴启宁，祈祷您和您的家人幸福康宁。想改变命运，一本好书就够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杨韵然老师的自传《照见》。我认为有3类人这本书是必须要读的。第一，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痛苦、迷茫、没有方向，你的人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那么这本书你一定要读。杨老师在书中详细地写出了自己是怎样走出人生当中每一个至暗时刻的。第二个，如果你正在经历贫穷，想赚钱，这本书你必读。你会看到杨老师从农村里边长大，中学都没上完，如何白手起家，短短10几年的时间就实现财富自由的整个人生经历。杨老师的人生轨迹值得每一个创业者借鉴。第三，如果现在你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那这本书你是一定要读的。因为杨老师作为幸福传承导师，以亲身的经历告诉你怎样将夫妻的关系从冰点升华到沸点。杨老师讲到小的时候一个故事，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杨老师从小跟着奶奶在叔叔家长大，叔叔家还有一个妹妹，每次跟妹妹在一起玩的时候，小孩子嘛，难免会发生摩擦，而叔叔就会因此训斥杨老师。每次和堂姐堂妹发生争吵，其他的长辈也会不分缘由地指责他，这让杨老师的内心变得很敏感。有一次考试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叔叔就跟他说韵然啊，你学习不好，家里的事情也做不好，长大了很难有出息啊。这让年幼的杨老师心里一度很受创。长大以后他明白了，他说叔叔并不是不爱我，他只是不懂得用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换言之，他认为那是能够刺激我去改变奋斗的方式。于是当杨老师步入到社会以后，他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报答叔叔，如果当年没有他的激励，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教会了我什么叫独立，他让我明白了人生只能靠自己。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了我16、17年前刚到海外去留学的一段经历。因为当时初到国外，外语水平不是很好，然后我参加了一个篮球校队，校队里边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有一次在跟队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每个人的家庭的时候，有一个队友他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是做什么职业的？当时我的爸爸在一个单位里边第2的位置，然后由于刚开始学外语，第2这个词和星期二这个词我经常把它弄混。当队友问完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破口而出说我的父亲是星期二。当我说完我的父亲是星期二的时候，球友们哄堂大笑。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没面子。然后那个事儿以后，我和队友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远了，以至于到最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了。而当我读完照见，我觉悟到了，这个世界上能伤害你的只有你自己，你外在所有的遭遇都是你大脑渲染出来的一个假象。你认为对方在伤害你，是因为你发出了一个被伤害的念，你所见到的，你所能听到的，其实都是你自己。如果我能早一点读到杨老师的这本照见，当年我可能就不会失去那些球友，我会认为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我外语变得更好的一个动力。杨老师在书中还讲到如何持续的赚钱，我非常的有感触。杨老师说，一个人你想要赚到大钱，想要持续的赚钱，比的不是谁有多聪明，比的也不是谁的智商有多高，比的更不是谁更有能力，而比的是谁有孝心，谁更懂得感恩。杨老师说，他的孝顺是深入到他的骨髓里的。当时他把改善家里人的生活变成他整个人生奋斗的使命。每当遇到挫折想放弃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爸妈的生活现在这么艰难，奶奶年纪也大了，你不努力怎么去改变命运呢？这是他前进最大的动力。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回想起那些年在国外做生意的时候，赚钱最顺利的那几年，其实就是在我岳父在国外几次住院做手术的那些年。刚开始创业，工作繁忙，国外地广人稀，有的时候开车来回一天要几百公里的车程，回来还要照顾父亲，带父亲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陪伴。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自己要是如果有分身术就好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无论有多忙，我都没有疏忽过对老人的尽孝，也让我在那些年生意做得比较顺。那么除了孝顺以外，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就是要懂得感恩。杨老师从小家里很穷，周围的人不但不帮忙，而且还落井下石。但是他的妈妈从小就告诉他，我们不能记住别人的不好，而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去念着每个人的好。当一个人活在抱怨指责当中时，你看不到这个世间的美好。孩子长成什么样，家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读到杨老师写的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面豁然开朗。我太太对我家里的老人和亲戚都很好，但有些时候家里人会忽视她的感受，她会和我沟通，希望我能够从中做调解，但是我却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当我读完召见以后，我明白了，杨老师说法院才是讲理的地方，而家是讲爱的地方。我们在向对方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往往你传递的情绪要比你的观点要重要的多得多。无论我的观点是怎样的，我都应该照顾太太的情绪，认可她对家里人的付出，表达对太太的爱，并及时进行调解。真的，如果我能早一点读到这本书，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家庭矛盾。所有夫妻的问题在这本书里边都有答案。召见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所以我强烈的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一定要认真的读，相信它一定可以疗愈你过去的伤痛，帮你走出当下的卡点，让你遇见最辉煌版本的自己。Hello， 所有的家人们，大家此刻好。那么今天呢，看完了杨月兰老师的新书《召见》，看完这本书之后呢，你会觉得杨老师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感恩、非常孝顺，且非常上进、拼搏、励志的这么一位女性。在这本书里呢，你会召见不同时期的自己。那我看完之后呢，有3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呢，你会看到第一个阶段，老师从一无所有，如何去打拼，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第一桶金，获得贵人帮助，以及他在选择任何一个行业的时候，永远看的是长期主义。这份内在的力量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他最爱的奶奶，来自于爱。所以你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你会看见一个小女孩，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低的起点，但是呢，是想让你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啊，关于励志，关于感动，关于成长，关于突破。你在这里面会感觉到，仿佛那个15岁的女生就是每一个我们。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也是几次潸然泪下，看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来，也看到了自己也有最想要保护的人。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爱一个人也是需要实力的。那你很爱你的家人，那就请你升起梦想去守护他们吧，用你的能力和实力去守护。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让我学习到一个懵懂的少女进入到婚姻之后，初为人妻，初为人母，从不知所措，从一地鸡毛到今天的淡然自若。那我看到了老师是如何一步步的蜕变成今天的优雅。我觉得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内在的冲突，内在的辛酸，一路的经历啊，我很期待大家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啊，是我们每一个女性都会去经历的。那老师是如何去走向幸福的呢？我觉得没有捷径啊，就是2个字：学习。在他人生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关系里面非常紧张的时候，他永远是3个字：向内求，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吧？他在寻找答案，他在自己帮助自己。我觉得我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让我非常的感动，也让我在未来如果走进婚姻之后，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我觉得真正给到爱人最好的礼物，是一个永远在自我成长的伴侣。那么给到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一个永远在成长的妈妈。那么第3个部分呢，是我看到了杨月兰老师不管
她曾经是别人的女儿，还是后面成为别人的妻子，还是后面成为老师，我觉得她都成为了最好的自己。我在这个女性身上看到了真正什么叫女性力量和不同时期的美，并且呢，老师也无比的接纳她的美。我记得在这个课程最后的时候呢，有一段话，我觉得第3个部分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老师走向了自我修行，走向了内在觉醒。他写这本书的寓意呢，我感受到他最大的一个发心，希望他能够用这本书像书名一样去照见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从黑暗当中走出来，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有力量走出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然后也要允许自己，并且呢也要接纳自己。不管你此刻在经历什么，请永远都不要丢失那份信心。为什么觉得第3段让我觉得看得非常有感觉呢？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就是他真正的是把自己的所有一切放在这本书里面，非常真诚的，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的娓娓道来的，让你看到他所有，甚至把他的所谓曾经的伤疤撕开给你看。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照见，为了唤醒我觉得叫做到则为师吧。那老师说，请你敞开心扉，去深刻感受这段话所传达的力量。老师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改变你能改变的，臣服你不能改变的，学会接纳，学会臣服，生活给你的指引，顺应那些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照见。对，你看完这句话就觉得这肯定是一个不断的在自我修行的人写出来的。所以呢，这本书里有非常多的很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感受和品读。我相信这本书会在你人生很多的时刻，会像一个好朋友一样，在你的身边跟你诉说，然后给你很多力量，给你带来很多的希望，然后包括在你人生可能遇到痛苦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带你走出泥潭的一个指南。所以也期待有更多的家人看完这本书，我们一起分享。感谢大家，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家人，谢谢大家，拜拜。